推出去，斩了！两名刀斧手立刻上前，一左一右按住了正坐在席间准备喝酒的虾仁。虾仁手中举着酒杯，整个人僵在原地。他惊诧地抬起头：“孔明先生，您这是在跟我开玩笑，对不对？”诸葛亮冷脸静坐，连眼皮都没有抬一下。不是，大哥，我杀邓城守将菜鸟，是因为他是荆州从事蔡瑁的族弟，他们为了投降曹操，准备骗你们入城杀之。我杀他是因为要救你们的命呀。至于县城，我还不是希望你们能有个栖身之地，可以喘一口气，不至于被曹操追得跟狗一样，上蹿下跳，连屎都拉在裤裆里。怎么到你嘴里，我反倒成了罪人了？军师夏副将毕竟县城有功，此举这是为何啊？主公，此人食其禄而杀其主，是不忠也；居其地而陷其城，是不义也。如此不忠不义之人，心思不纯，留之何用？可速斩之，以除后患。我想起来了，《三国演义》中，诸葛孔明和刘大耳这两个老小子，为了震慑刚刚投降的猛将魏延，上演了一出红白脸，把人家魏延说的一无是处。自己好巧不巧，在魏延之前拿到了这个剧本，于是，在大庭广众之下被按在地上疯狂 PUA。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接下来该刘大耳唱红脸了吧？军师息怒，若今日斩杀此人，恐怕会让天下想要归降背的人人人自危啊！而且夏副将毕竟也是有功之人，还请军师看在背的薄面上，饶恕他这一次吧。嘿，急活了！诸葛亮扮恶人，刘备扮好人，被威吓的人承受了极致的 PUA， 还会死心塌地认为刘备值得投靠，这就叫没有条件创造条件，这驭人之术真是好手段。我管你心思不纯，脑后生有反骨，绝非善类，本欲杀之。既然今日主公亲自为你求情，我便姑且饶你一命。日后在主公帐下，务必尽心竭力，勿生异心，否则我定取你项上人头。诸葛亮义正辞严，把没理都说成了有理，威严的气场压迫着整个大厅。作为一个现代穿越者，我生平最讨厌的就是被人 PUA。夏副将，军师已经饶恕你了，还不快谢过军师不杀之恩？谢孔明先生不杀之恩。夏副将背前10节草鞋一双，虽然粗糙，但也是背的一番心意。你可以换上试试，看看是否合脚。原来我冒死杀敌，献出一座城池的价值，在你们眼里就只值这一双破草鞋，想白嫖我？做梦！多谢皇叔赏赐。夜风微凉，虾仁独自一人走在邓城清冷的城墙上，发现城上的士兵也已经被替换成了刘备的嫡系。站住！口令！虾仁停下脚步，没有回答，只是长长的叹了一口气。他低下头，看了看别在腰间的那双黄书牌草鞋，眼神中闪过一丝决绝。口令！去你喵的口令！老子不伺候了！虾仁手臂抡圆，将那双草鞋像丢垃圾一样，顺着高高的城墙直接扔了下去。视线随着草鞋下落，城墙根下几个衣衫褴褛的乞丐流民正蜷缩在草堆里睡觉。那双草鞋从天而降，精准地砸中了一个睡得正香的乞丐的脸。哎呦，是哪的缺德带冒烟的拿东西砸老子？看，草鞋还是新的，俺刚做梦梦见老天爷扔给俺一双草鞋，这些还真就来了。这做工还不赖，俺要是再梦见个美女，嘿嘿嘿。乞丐赶紧把草鞋抱在怀里，翻了个身倒头就睡，抓紧时间继续做他的白日梦。给别人当舔狗，纯纯的犯混。既然刘备和诸葛亮不让我当谋士，那行，我特喵直接辞职，从今天起，老子自己创业当主公。总有一天，我要让你们知道，这天下究竟是谁说了算。报启禀主公，那虾仁不辞而别，帐中已经空无一人，连行李都带走了。备一向以诚待人，他为何要不辞而别呢？难道是备给的赏赐不够吗？主公不必自责，兴许是昨夜宴上亮说要取他性命，令他怀恨在心了。可见此人心胸极其狭窄，并不是真心归顺主公，只是此人已知我军虚实底细，又熟悉邓城环境。若他往北去投了曹操，将我军布防全盘托出，则对我军大为不利啊！依军师看来，此事该如何处理？主公可速派一队游骑往北追击，若发现虾仁往北路上去，那必然是去投曹操，可救的格杀，绝不留情。依军师之言，等我见到曹老板，就把刘备的底细全都搂出来，就说刘备习惯性抛妻弃子。正好他的甘夫人和糜夫人花容月貌，刚生了孩子，正是风韵犹存时，曹公何不成人之美，替刘备捡来照看一下呢？
曹老板这人七控属性一犯，必定心花怒放。到时候有了我的先知先觉，曹操想击破刘大耳和诸葛村夫，还不是易如反掌？我等奉诸葛军师之命，追杀叛将虾仁，速速放行，不得有误。好你个诸葛村夫，不讲武德，居然派骑兵赶尽杀绝，往北的路被封死了，看来只能走水路，顺流而下，绕过江东的地盘，再做打算了。几天后，虾仁改变计划，顺江而下，被江东水军抓了个正着。你这荆州人，乔装改扮潜入我江东地界，意欲何为？我都说了800遍了，就是路过，不行吗？不说也罢，我心中有一烦恼，想请教阁下。我投了江东吴侯，但吴侯麾下有一将领，与我有杀父之仇，时常要在宴席上拔剑杀我，与仇人共事一主，我该如何自处？吴侯共事杀父之仇，你是锦藩贼甘兴霸？正是，还请先生教我。原来他就是甘宁。历史记载中，甘宁为了功名，硬生生忍受着领统的寻仇，委曲求全。但我虾仁绝不吃这一套，老子都穿越了，难道还要劝人去当受气包？甘将军，我若是你，就绝不会将自己置于危墙之下。你每天提心吊胆，防着同僚被刺，不就是想建功立业，成就自我吗？多简单的事啊！自己去创业当老板不就行了？何必寄人篱下？阁下话大了吧？你说的创业，难道是让我回去继续结江做贼？曹操、刘备、孙策，他们生来便有天时地利，名望宗族，寻常人如何起节？如今天下诸侯割据，哪里还有空间容得下别人去创业建基？一派胡言！将军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孙权据长江捐险，占了地利；刘备打着仁义皇叔的旗号，占了人和。他们把能用的政治借口都已经用完了，但是将军可知，除了用政治借口，我们还可以用经济目的来创业。经济目的？何为经济目的？简单来说，就是组建一支纯粹的雇佣兵。天下即将大乱，赤壁之战在即，孙刘联盟兵力极度匮乏，只要我们手里有一支能打仗的强军，他们就必须花重金来雇佣我们。我们拿诸侯的钱养自己的兵，不站队，在乱世中大发战争财。等咱们兵强马壮，连曹操都要忌惮3分。到那时，封疆裂土还不是我们自己说了算？兴霸，我愿在此与你立下一个赌约：3年之内，若我虾仁能用此法建立不世基业，请你辞去吴侯之职，来助我一臂之力。若我败了，我虾仁这条命随你处置，敢赌吗？好，一言为定。家兄弟，你是甘将军介绍来的贵客，俺们水寨自从不干那结江的营生后，寨子里就剩这碗肉了，你别嫌弃。这傅彤虽然是个匪首，但为人仗义，底线分明。这样的人，只要给他吃饱饭，就是最忠诚的利刃。副头领，让兄弟们跟着你饿肚子，这算哪门子的好汉？虾仁直接招了招手，禁卫立刻将沉甸甸的麻袋扛进了大堂，砰的一声砸在地上。从今天起，跟着我虾仁干，顿顿有肉，绝不饿肚子。先生仗义，从今往后，俺这水寨的几百号兄弟，全凭先生调遣。成功收编了傅彤的水寨后，虾仁的佣兵团算是有了一个雏形。虾仁带着傅彤来到宛陵城，想要找点大买卖。街道上，虾仁和傅彤正四处观察地形，突然，前面走出一个面色冷峻的武将。傅彤，你这江贼跑到城里来作甚？你是要害死我不成？快跟我来！丹阳太守孙毅刚被部下刺杀，这人莫非是历史上那个帮孙毅遗孀复仇的旧将傅婴？嘿，来活了！你虽是贼寇，但我知你有一身好武艺。太守孙毅被都将归懒、郡城戴元2贼合谋害死，如今归懒更是胆大包天，想要强占主母徐夫人。主母欲设下暗计除贼，我要你助我杀掉归兰与戴元。放心，事成之后，我会给你一笔丰厚的酬金。我的亲哥啊，那归兰手握丹阳上万兵马，出入皆有重兵护卫，你让我这几百个拿鱼叉的兄弟去刺杀他，这买卖太大，我做不了主。你这没出息的，这买卖我们接了。你是何人？竟敢大放厥词！在下虾仁，甘宁将军的至交，如今也是这群兄弟的头领。杀归兰、戴元，我有10成把握。不过我的出场费，副将军恐怕给不起。阁下想要多少酬金？我不要你的酬金，我要的是归兰和戴元2贼在城中巧取豪夺的全部家产。阁下好大的胃口！此事我做不了主，必须请示主母徐夫人。若主母答应，这买卖就交给你了。那我就在此静候佳音。诸位将军，为了亡夫之事，辛苦了。若能杀此2贼，区区家财，均可自取之。
好家伙，光是这声音和模糊的身段就足以令人心神荡漾，难怪那龟览冒天下之大不韪也要强占他。古人诚不欺我，果然是绝代佳人。不过这小寡妇也不简单，君可自取之，意思是你能杀你就拿，拿不拿得走还得看我自己的本事。跟我玩文字游戏是吧？为了确保万无一失，还请让我等熟悉后院地形，布置杀局，无论刺杀成功与否，必须保证退路。傅彤，带人去把排水渠的铁栅栏锯断，用盆景遮掩，万一失手，立刻钻水道撤退。虾大人，龟兰武艺高强，且常年内穿软甲，寻常刀剑根本伤不了他。您打算如何刺杀？硬拼那是莽夫的行径，他龟览不是贪图徐夫人的美色吗？那我就扮作徐夫人的模样，亲自送他上路。只要一剑刺穿他的喉咙，他穿10层软甲也没用。龟览，今日乃太守出校之日，大家皆是轻装吊唁，你为何披挂重甲，带如此多的兵马强闯？老子现在是这丹阳城的天，孙太守死了，他的兵是我的，他的家产是我的，就连他那娇滴滴的老婆也得是我的。谁敢不服，给我把门封死，缴了所有人的兵器。都将大人，夫人就在院中凉亭等您。凉亭内，一道身披白色披风，头戴珠翠的倩影正背对着院门，肩膀微微抽动，似乎在低声哭泣。哎呀，我的美人儿，你可真是想杀我也！莫哭莫哭，今夜本将定让你欲仙欲死。你看我是谁？有刺客，狗贼受死！战斗结束得不到10秒，干净利落，狠毒。虾人扯下头上的假发，随手一扔，目光冰冷地看向不远处的丫鬟。干得漂亮！去把那个叫戴元的也叫进来。郡城大人，夫人有请。夫人方才不是已经请了都江大人去了吗？孤男寡女共处后院，怎么又来请我？回大人，夫人已经决定与都江大人结为连理，但夫人恐都江大人日后食言，故而请郡城大人亲自过去做个见证。原来如此，龟览这老色鬼动作倒是挺快。也罢，本官就去吃他这一杯喜酒。郡城大人，夫人和都江大人都在里面了，您请进。龟览老兄，夫人，我进来了啊。话音未落，只听门后一声厉喝：“进来吧你！”一道匹练般的寒芒闪，戴元根本来不及发出一丝声音，院内恢复死寂。丫鬟从袖中取出一封香气扑鼻的信笺，递给虾人：“大人，这是我家夫人留给您的。”虾人打开信笺，只见上面写着娟秀的字迹：“借重孝在身，不便当媚笑谢归，爱尔贼千万家财，均可自取之。署名徐灵姬。”好一个均可自取之！这小寡妇徐灵姬真是个绝顶聪明的人精。她答应把家财给我，却让我自己来搬。我统共就带了20几个人，怎么可能把2家几千口人守着的千万家财搬空？如果我搬不走，这些钱最后还是会落回她手里。这东吴女丈夫手动够狠，居然连我都敢算计。行，跟我玩这一手是吧？傅彤，撤，找你堂兄傅英去。傅英即将代管丹阳，正是急需钱财和政绩的时候。虾人立刻在江边约见傅英，做了一笔空手套白狼的交易。这泼天的富贵和功劳全是您的了。不过徐夫人答应将2贼家财赠我，但我人手不足，不如这样，我把2贼那带不走的豪宅、田产、铺面全数送给将军，全当交个朋友。作为交换，将军只需派兵将那些金银细软替我搬到码头上，如何？德华老弟言重了，既然你如此慷慨，查抄2贼家产之事，本将包了。明日一早货到码头。次日清晨，江面薄雾未散。兄弟们，我虾人说话算话，传我命令，全团按照朝廷正规军2倍的标准，补发半年军饷，放假7天，衣锦还乡。虾大人万岁，愿为大人效死。大人真乃神人也，跟着大人这辈子值了。姓虾的，我们是看在傅彤的面子上才来投奔你。如今我30多个兄弟折在营地里，这事儿怎么说？希望你给出合理的解释。就是我这边也折损了10几位弟兄，如若不能落实抚恤赔款，我们定会追究到底。说法？我应该给你们什么说法？是我让你们这样的吗？他们是在营里出的事，你身为一寨之首，理应出面担责。诸位想要讨要说法没问题，我给出的答复是：大家即刻出去继续对峙。等到双方分出最终胜负，胜利的人再来和我商议后续条件。你，简直荒谬！我平日里优待众人，发放的粮饷远超朝廷规制，是你们内部争斗酿成伤亡，反倒过来怪罪于我。世间绝无这般歪理。我耗费钱粮招募各位，是指望往后一同建功立业，共创大业，可不是让大家动辄内讧讨要说法的。
岂有此理！我家大人一心为诸位谋划前程，你们反倒前来寻衅闹事。我的话，诸位可以置若罔闻。但若是有人胆敢违抗我家大人的指令，大人饶命！听清楚了，我再也不敢了。镇压了内讧后，虾仁背着手，在傅彤的陪同下巡视码头。人是招够了，但这算什么军队？全是些破木船，连正经的蒙冲战舰都没有，士兵连件像样的皮甲都没有。这要是对上曹操的精锐水军，大人，如今曹军南下丰生计，朝廷把生铁、皮革、硬木这些军用物资全管控了，咱们有钱也买不到啊。偌大个江东，难道就没有其他的渠道？有，庐江乔家，乔国老是孙策和周瑜的老丈人，乔家家大业大，常年在江东出售物资，只要出得起价，他们什么都能弄来。庐江乔家，大乔小乔的娘家啊，仗着皇亲国戚的身份发国难才是吧？好，那老子就去薅你们的羊毛，点齐30铁甲禁卫，带上金银，立刻扬帆开拔，目标庐江。我看谁敢拦我买装备。你们就是丹阳来的买家，轰，不卖了！你把话说清楚，什么叫不卖了？我们等了7天，钱都已经付了，你们乔家说不卖就不卖了，耍我们玩吗？最近风声紧，吴侯下令严查军备走私，这批生铁、皮革和硬木扣下了。看样子他们这是嫌钱少，想坐地起价。行，老子现在急需这批装备扩军，大不了吃点亏，等赤壁之战打赢了，多少钱都能赚回来。莫非是嫌钱少？说吧，你们究竟要加多少才肯发货？阁下莫非是不懂人言？我说不卖了就是不卖了，我乔家要如何做生意，还用你个土包子来教我？我活了2辈子，还从没见过收了钱不给货，还能这么理直气壮骂人的，真当我这佣兵团长是你捏的？那我们付了的钱什么时候退还？催什么催？等着！乔发刚转过身准备离开。不是，哥们儿，你这就想走？混账东西，给我放开！乔发的开字还没落地，虾仁已经抡圆了胳膊，一个极其响亮、势大力沉的大逼斗狠狠抽在了乔发那张长满痘痘的胖脸上。乔发被打得原地转了半圈，一个趔趄摔倒在地，整个人都被打懵了。大胆狂徒，敢打我家二少爷！一旁的禁卫张合眼疾手快，飞起一脚精准地踢在随从的手腕上。佩刀当的一声落入江中，张合反手将随从死死按在地上。乔发此时才反应过来，刚要破口大骂，虾仁已经欺身而上，一记凶狠的肘击重重砸在乔发的脖颈大动脉上。乔发两眼一翻，犹如一滩烂泥般昏死过去。回去给你们乔家管事的带句话，就说这胖子被我扣了，让乔家拿2倍的货物来赎人。什么两倍？对，而且我只等1天，1天之后见不到货，我就把这胖子棒石头沉江喂王八滚！呸！给脸不要脸！张合，把这头肥猪给我拖回船上。甲板上，乔发从昏迷中悠悠转醒，他发现自己被五花大绑，脸上火辣辣的疼。你们这帮不知死活的贼人，竟敢绑架我！你们知道我是谁吗？横什么横？你不就是乔家二爷的次子乔发吗？既然知道我身份，还不快放了我！我告诉你们，我乔家的大小姐，那是江东小霸王孙策的妻子，我们二小姐是水军大都督周瑜的夫人，惹了乔家，就是惹了整个江东。你们有几条命够死？你的随从应该已经把话带回去了，但看你只是个次子，你猜你们乔家愿不愿意拿2倍的物资来换你这条狗命？如果明天见不到货，我不介意让你去江底见龙王。乔发闻言，原本嚣张的表情瞬间僵住，脸色变得惨白。他太清楚家族内部的权力倾轧了，他那个庶出的长兄乔固巴不得他早点死好独吞家产。第2天，虾仁将乔发绑在船舷的桅杆上，强迫他看向庐江码头的方向。码头边赫然出现了几十艘战船，几百名手持利刃的乔家精锐水兵气势汹汹，直奔虾仁这艘孤零零的帆船杀来。看来你在乔家确实是个废物，连2倍的货物都不值。你家里人不仅不打算赎你，还打算连你带我们一起灭口啊！大哥，你不能这样，不要杀我！大人，求您别杀我，我还有用，我知道其他走私渠道。周记安排好了吗？大人放心，全按您的吩咐。我已经花了2倍的价钱，雇了附近江面上所有的商船、渔船和走帮。好，那就给乔家这帮土老帽上演一出劣化版的空城计。击鼓。乔家的几十艘战船正乘风破浪，疯狂逼近虾仁的帆船。乔家水军个个面露狰狞，准备登船屠杀。就在两军相距不足500步时，沉闷而震慑人心的巨大木鼓声突然从虾仁帆船的后方以及4面8方的江面上传来。只见江天相接的尽头突然冒出无数面旌旗，紧接着一排排、一列列的船只如过江之鲫般涌出水面。
连绵不绝，遮天蔽日，震耳欲聋的战鼓声响彻整个江面。不好，是贼人的诱敌之计，我们中埋伏了，有千军万马，快撤，掉头！看着落荒而逃的乔家水军，虾仁轻蔑一笑：“张和，看到了吗？这胖子在乔家就是个无足轻重的垃圾。”大人的意思是，今晚天黑之后，你带几个身手最好的兄弟潜入乔家。既然胖子换不来军备，那你们就给我绑一个真正有分量的乔家人回来，只要乔家足够重视就行。属下遵命，定抓条大鱼回来。张和，我让你抓个大人物，你怎么抓了个尺寸这么小的？这麻袋里装的是谁？乔二爷还是乔家长子乔固？回大人，乔二爷和乔固都长得太胖了，出入还有大量护卫，我们搬不动啊。不过大人放心，我们潜伏时发现，乔二爷和乔固去拜见一个女子时，竟然对她毕恭毕敬。属下心想，这女子在乔家地位必定极高，而且身材娇小，容易搬运。于是趁半夜用迷香放倒守卫，把她给您偷回来了。乔二爷和乔家长子都对他毕恭毕敬的女人，卧槽！你们该不会是把人家乔家的老祖母老太君给绑来当肉票了吧？我虾仁以后还在三国混个屁啊！行吧，先扛进我船舱里，等天亮再审。行了，别喊了，不知道的还以为我把你这老太太怎么着了呢。麻袋口敞开，一张倾国倾城、带着几分薄怒的绝美容颜骤然出现在虾仁眼前。她如云的秀发有些凌乱，一双妙目正死死瞪着虾仁，嘴里还被塞着一团粗布。虾仁仿佛被雷劈中，整个人瞬间僵在原地，瞳孔剧烈收缩。卧槽，这不是那天在码头马车里惊鸿一瞥的那个绝世佳人吗？张和，你个王八蛋，你管这叫老太君？你是何人？你这毛贼，竟敢深夜入室绑架于我！你可知我是谁？在下徐州商客，乔家收了我的钱，却拒不发货，我迫于无奈才让人绑个管事的，不想手下办事不力，误抓了小姐。敢问夫人究竟是大乔还是小乔？妾乃江东水军大都督周瑜之妻，小乔。此言一出，整个船舱里的空气仿佛都凝固了。老子本来只是想兜点铁打装备，这下好了，直接把江东大都督的老婆给绑了。曹贼竟是我自己，完了！周瑜估计已经在提着刀赶来的路上了。阁下既然知道我的身份，就该明白闯下了何等弥天大祸。你购买的生铁、皮革皆是吴侯严管的战备物资，如今吴侯已命我夫君周公瑾彻查此事，你的货是绝对拿不到了。至于钱，我会让乔家退还给你。小乔站起身，整理了一下凌乱的衣衫。虽然身处险境，却依然保持着江东名门贵妇的优雅与高傲。妾身知道阁下也是被逼无奈，只要你立刻将妾身送回岸上，我可以当你是谦谦君子，对今日绑架之事既往不咎。船舱内安静的落针可闻。小乔夫人，您是不是想多了？我大老远来就是为了拿到这批装备，什么吴侯的战备物资，什么周瑜彻查，关我屁事！乔家收了老子的钱就必须交货。如果夫人以为给我戴个高帽子，说一句谦谦君子就能让我乖乖放你回去，那我也可以不做这个君子。你想干什么？张和，把那个姓乔的胖子给我拖进来！二小姐救命！二小姐救我啊！乔发，你们父兄私自倒卖军需，险些给家族惹来灭顶之灾。如今连我都受你牵连，你还有脸叫我救你？别演这出生离死别的苦情戏了，胖子，给我听清楚了，回去告诉乔家，就说乔家违约在先，如今小乔夫人在我手上。虾仁转过头，看着惊愕的小乔，嘴角勾起一抹疯狂的狞笑，一字一顿地下达了让所有人倒吸冷气的命令。让乔家拿出5倍的货物来赎你们的二小姐，我只等3天，3天之后见不到货，我就把江东大都督的夫人请回我的水寨，做个压寨夫人。你这无耻狂徒，乔发，你敢答应他试试看？我答应，大人饶命啊！我一定把话带到。滚回去报信。3天后，阳光刺破云层，洒在波光粼粼的江面上。你真以为我乔家会受你一个区区水贼的要挟？吴侯的兵马恐怕已经在路上了，你这是在自寻死路。夫人，我不信天命，也不惧什么江东兵马，我只信我手里的剑和兄弟。大人，快看，浩浩荡荡，一支庞大的运载船队出现在地平线上，船上堆积如山的生铁、皮革、硬木在阳光下反射着震撼人心的光芒，足足是原定数量的5倍。乔家低头了，江东豪门被虾仁一个人彻底拿捏。兄弟们，准备卸货！有了这批装备，天下大可去得。这位想必就是陆旷陆子霖兄弟吧？
在下虾仁，久闻陆兄当年在神亭岭的威名，今日特奉傅英将军之命，想请陆兄出山，到我军中担任教官，共图大业。一帮水匪草寇，笑居江上，也敢妄谈什么大业？我不去剿灭了你们那贼窝便罢，你竟敢寻到我家来，当真是不知所谓。脾气还挺冲，不过有真本事的猛将，傲气点正常。刘备请诸葛亮还3顾茅庐呢，我今天就在这儿死等了。太阳渐渐偏西，虾仁蹲在路边，百无聊赖地拿树枝画圈。咦，前面怎么有这么多马的气味？你们是我兄长在县衙的同僚吗？姑娘，我们不是令兄的同僚，我们是专程来拜访他的，只是令兄似乎不太欢迎我们，不让我们进门。哎呀，我家兄长就是个一根筋的武夫，哪有把客人拒之门外的道理？大人您心善，快随我进来，我自去说他。小草，你怎么把这水匪头子领进家里来了？兄长，客到门前不招待，这就是你的待客之道，我看你才是恶人。陆大人倒是有孝心，天天灌苦药，只是按你这种治法，就算吃上100年，你母亲也得被你活活折磨死。你这匪首，胡说八道些什么？你母亲这病根本不是什么绝症，是因为常年住在这阴暗潮湿的屋子里，湿气入体形成的严重风湿痹痛。你一边吃药，一边让她继续睡在这没水坑里，能好才见鬼了！少废话，立刻把老夫人搬到朝阳干燥的西屋，去城里买最好的艾草瓷罐，再弄几块烧热的鹅卵石回来，我今天就让你开开眼，什么叫妙手回春。2个时辰后，在虾仁的现代医学降维打击下，奇迹发生了。我感觉身上轻快了，骨头缝里那千万只蚂蚁咬的痛楚，竟然消退了大半。先生大恩如同再造，我陆旷眼拙，误把乾隆当草寇。从今往后，陆旷这条命就是大人的，赴汤蹈火，万死不辞。子陵快起，得子陵相助，我如虎添翼。你这就带上伯母和小草，随我回大营，我给你们建最好的宅子治病。大人，傅英将军在营门外急求见您，说武侯要逼死他了。傅将军啊，曹操大军压境，孤命你回去，务必在半个月内在丹阳给孤招募出5000兵马送来。完不成的话，你这太守的位子怕是坐不稳了。主公，末将上任还不满1个月，丹阳府库空虚，连1粒多余的粮食都没有，你让我拿什么去招5000人啊？那是你的事，孤只要结果，不问过程，退下吧。德华老弟，救命啊！吴侯那个不要脸的，逼我半个月交出5000兵马，我哪有钱招人啊？你手里现在不是有8000多人吗？你主意多，快帮哥哥想个对策。嘿，孙10万这铁公鸡居然拔毛拔到自己人头上了！傅英老兄，你来找我借兵，那我可就不客气了。我营里正好有几千个不听管教、混吃等死的刺头水匪，正愁没地方扔呢。不仅要把垃圾资产剥离，我还要狠狠敲你一笔优质资产。傅将军，5000人可不是个小数目，不过谁让咱们是过命的交情呢？这样吧，我把我手底下的5000人借给你，让你拿去跟吴侯交差，保住你的官位。德华，你真是我亲兄弟啊，大恩大德，我。慢着，亲兄弟明算账，我帮你解了杀头之祸的燃眉之急，作为交换，你把你麾下的那2500名丹阳郡兵全都给我。你说什么？虾仁，你疯了吧？你拿5000个临时收编的乌合之众、水匪草寇来换我2500名训练有素的丹阳精锐？要是真在战场上遇到，我800人就能把你的5000水匪杀得片甲不留。你这是趁火打劫，亏你想得出来。嫌亏呀，那将军请回吧。等你完不成吴侯的任务，被撤职查办，满门抄斩的时候，可别怪老弟没提醒你。你2500人没了，你还在太守的位子上，有大把的时间慢慢招人练兵。可你要是不交差，你连命都没了。这笔账，堂堂丹阳代太守，算不明白吗？1500，我最多给你1500。2500，少一个人，这买卖都不做，成交还是滚蛋？好，虾仁，算你狠。明日我在大营外以兵换兵。完美，用5000个不听话的水匪刺头去给孙权添堵，换回2500个百战余生的丹阳精锐正规军。等明天交接完毕，我的佣兵团将迎来脱胎换骨的质变，赤壁之战的入场券，我算是稳稳拿到了。兄弟们，告诉大家一个天大的好消息！江东之主吴侯孙权听闻了咱们兄弟的威名，特意派傅英将军来招安大家。招安？比官府当兵规矩多得很，老子才不去受那个鸟气。嫌规矩多？那你们可知吴侯给开出的条件？只要去了建业，那是正规的江东军编制，一天吃3顿干饭，军饷是现在的2倍。
最重要的是，仗打得好，吴侯还会定期安排官妓来劳军，1天3顿干饭，还有女儿。我去，我第一个去，谁拦着我，我砍死谁！一群精虫上脑的白痴，等你们真到了孙权那里，面对曹操100万大军的时候，就知道什么叫九死一生了。用这些不良资产换2500丹阳精锐，这不简直是赢麻了！愿意去博个锦绣前程的，立刻去主簿那里登记造册，过时不候。仅半天时间，5461个营地里最烂的刺头，全都兴高采烈地在名册上按了手印，生怕去晚了没位置。第3天清晨，傅英带着兵马如约来到营外进行交接。傅英全副武装，面色极其凝重。为了防止这5000水匪闹事不服管教，他还特意从别处借调了1500名督战队，刀出鞘弓上弦，准备随时镇压哗变。傅将军威武，愿随将军去建业领双星看官妓。这德华老弟，你给他们灌了什么迷魂汤？我原以为他们会抗拒，你竟然让他们服服帖帖。傅将军，我连思想工作都给你做好了，路上绝对不会出乱子，名册在此。5461人，还给你多送了400多，够意思吧？傅英看着这群兴高采烈的乌合之众，再转头看看自己身后那2500名身披铁甲、眼神肃杀、一言不发的丹阳百战精锐，心都在滴血。德华老弟，真有你的！我这2500本部兵马全是丹阳子弟，骁勇善战，你莫要亏待了他们。将军放心。虾人让禁卫将从乔家勒索来的几10箱真金白银直接抬到了教场高台上。兄弟们，从今天起，你们就是我虾人的嫡系，我不管你们以前是谁的兵，在这里只有我一个规矩，赏罚分明。今日所有人先发1个月军饷。愿为大人笑死。德华，这才1月未见，你竟练出了这等强军！兴霸，什么风把你吹来了？德华，大喜事啊！吴侯听闻了你的大才，特命我为特使，前来招揽你入我江东为将。主公说了，只要你肯去，高官厚禄任你挑选。我的老天爷，那可是吴侯孙权啊，江东之主！只要大人一低头答应，咱们这帮原本见不得光的水贼草寇，瞬间就能洗白成为江东的正规军官。这可是跨越阶级、光宗耀祖的通天大道啊！大人，吴侯如此爱惜您的才能，又有甘将军亲自担保，这可是千载难逢的良机啊！哼，对不住了，兴霸，容我拒绝。大人，这是为何啊？那可是吴侯的招揽啊！德华，你这是何意？比之吴侯坐拥江东6郡81州，你如今这区几千人不过是沧海一粟，为何要据此登天之阶？兴霸，你难道忘了我们在夏口江面立下的3年赌约了吗？我说过，我要的是创立属于自己的不是基业。他孙权算什么东西，也配让我寄人篱下，仰人鼻息？我虾人既然招兵买马，就是为了在这乱世中撕下一块肉来。我不是谁的臣子，更不是谁的家奴，我这辈子绝不给任何人打工。愿追随大人，创立不是之基，愿死随大人。德华，你有此宏图大志，我自当敬佩。可你让我回去如何向吴侯交差？若如实说你有自立之志，以吴侯的性子，必发大军来剿你；若不说，主公又会怪我不尽力，这可如何是好？兴霸勿忧，你回去见孙权，只需叫他一个字：千金买马骨。何意？你告诉孙权，自古明主则臣，臣义则主。你让他不要以君臣的名义招安我，而是花重金来雇佣我，对我以礼相待。你想啊，曹操大军压境，全天下都在看着江东。如果孙权愿意花大价钱雇佣我这个佣兵，不仅能得到我的武力支援，还能在天下人面前立下一个礼贤下士、求贤若渴的完美人设。到时候，天下英才还不争相去投奔他？德华之志真乃神鬼莫测，我这便回去，让吴侯亲自掏钱请你出山。真乃大才啊！这虾人不光治军严明，连政治手腕都如此高明。主公，虾人所言极是，曹贼100万大军即将渡江，若主公能以重金相聘1介佣兵，天下人必交口称赞主公礼贤下士，必有更多英才归附江东。兴霸此言真乃金玉之论，来人，立刻开府库，取黄金100斤，上等军2万石，良马50匹，强弓劲弩1000张，送往丹徒虾人大营，孤要以最高规格，请他来建业共商抗曹大计。哎呀，大人，这吴侯平时抠抠搜搜的，连太守募兵都不给钱，咱们这回这是把吴侯给抢了吧？
这叫各取所需。孙权想要打造一个思贤若渴的完美人设，这种千金买马骨的血本，他不下也得下。大人有了这50匹战马，末将便可为您组建一支精锐重骑，哪怕面对曹操的虎豹骑，末将也有信心一战。好，子陵，骑兵就交给你了，你留守大营，看好咱们的家底。陆况，点齐3000最精锐的铁甲部族作为先锋，随我开拔，目标建业城。虾仁带着3000精锐先锋抵达建业城，他正在整顿军列，等待吴侯安排驻地。官道上突然驶来几十辆极尽奢华的马车，马车停稳后，一群身穿锦缎长袍、平时眼高于顶的江东名流大儒，像闻到了血腥味的鲨鱼一样，争先恐后的从马车上跳了下来。这什么情况？这帮老头是来碰瓷的，还是来收保护费的？此时的虾仁还不知道，今天早上诸葛亮在孙权的大殿内舌战群儒，把这帮江东名士按在地上疯狂摩擦，对得他们体无完肤。而黄盖随口透露了一句虾仁曾博倒过苦命，瞬间让这群大儒将虾仁视为神明。他们此来就是为了疯狂拉拢这个能治诸葛亮的绝世奇才。诸位大人，你们找我何事啊？老夫张昭，听闻虾将军率精兵不远千里来助吴侯破曹，此等大仁大义，老夫感动得夜不能寐啊！将军军中还缺什么？只要您一句话，老夫就算倾家荡产，也要给您补上。天下还有这种好事？这帮世家大族出了名的拔毛不拔，今天集体中邪了，上赶着给我送钱送装备，这不会是个仙人跳吧？我孤家院出家仆400人，猛冲战舰80条。这些平时高高在上、垄断江东资源的世家大族，此刻为了把虾仁拉拢进自己的家族阵营，竟然像菜市场大妈一样面红耳赤的疯狂竞价。都别争了，小女不恋诗，年方17，美貌无双，精通琴棋书画。我不家不仅嫁女，还陪嫁黄金50斤。敢问将军可曾婚配？不曾。那不是历史上孙权最宠爱的皇后吗？这是要把孙10万的老婆直接塞给我，这诱惑有点大啊！天作之合，将军现在就随老夫回府，咱们今晚就洞房，不是就定亲。且慢，老夫可为将军举孝廉，只要老夫运作，将军立刻就能名正言顺的当官，成为士族的一员，这可是跨越阶级的通天大大。全场瞬间鸦雀无声。举孝廉在这个时代可是买都买不来的政治资本。布置和张昭一左一右死死拉着虾仁，恨不得把他劈成2半带回家。就在虾仁被拉扯得快要衣服破裂时，一阵清脆的马蹄声从远处传来。一员白袍银甲、风姿绝世的儒将，腰悬长剑，在一群惊奇的簇拥下策马而来，正是江东水军大都督周瑜。哎呀，是周大都督回来了。哼，刚才还叫我小甜甜，周瑜一来我就成了牛夫人。不过周瑜，我绑架小乔、讹诈乔家的事，该不会事发了吧？这老小子是不是带兵来砍我的？周瑜一个极其潇洒帅气的翻身下马，白袍飘飘，微笑着与张昭、布置等人寒暄。这老小子肯定是知道我绑架小乔、讹诈乔家军备的事了。完了，这是带兵来屠我的。他要是敢摔杯为号，老子今天就算拼了命，也得绑了他做人质杀出去。乳妻子我养之，可没说连命都要搭上啊！敢问这位将军如何称呼？在下虾仁，字德华，目前受雇于吴侯，见过周大都督。德华，你这兵马之精锐，放眼整个江东也是首屈一指。今日得见德华，真乃相见恨晚。我今夜在府中设下酒宴，请德华务必赏光，你我彻夜长谈治军之法。啊，这是什么操作？他居然没提小乔被绑架的事？难道乔发那死胖子怕担责任，没敢把被绑架的事告诉周瑜？周公瑾啊，周公瑾，我绑了你老婆，讹了你老丈人，你现在居然拉着我的手，要跟我彻夜长谈当好兄弟？曹贼的待遇也不过如此了吧？诸位江东名士，坐而论道，倒是无人能及；临阵应变，却百无一用。我主刘豫州兵微将寡，依然屡败屡战。你们江东兵精粮足，有长江天险，却要劝吴侯投降曹贼，尔等还有何颜面顶着名士的头衔，不怕天下人耻笑吗？孙权坐在主位上，脸色变幻不定，既佩服诸葛亮的口才，又觉得江东无人能敌，颜面大失。拥兵统领，侠仁大人到。哈哈哈，德华你可来了，快，孤来为你引荐，这位是刘皇叔帐下军师卧龙先生。呵，我当是谁？这不是当初在邓城忘恩负义，杀主县城，最后不辞而别的瞎副将吗？
哎呀，这不是当初卸磨杀驴、过河拆桥的卧龙先生吗？我还以为是飞进来了什么东西，满嘴喷粪呢。吴侯，方才我听闻孔明先生与江东群臣激辩，我以为辩论当分君子之争与小人之争，以学术定高低，堂堂正正视为君子之争，而像某人这般专揭人短处，进行人身攻击，恶意抹黑，损害他人名誉的，我称之为小人之争。不知孔明先生对此可有异议？君子小人，因人而异。你这杀主县城的被主之徒，劣迹斑斑，也配在此妄谈君子，岂不令人耻笑？我杀菜鸟是为了救刘备的命，你们得了我县的城池，不仅不感恩，反而给我扣上不忠不义的帽子，要砍我的头，是谁忘恩负义？我听说昔日刘备落难逃亡之时，路遇一个叫刘安的猎户，那刘安找不到野味，竟然杀了自己的妻子，把肉煮了给刘备吃。而你们那位以仁义著称的刘皇叔，吃着人肉羹，最后还赏赐了刘安金银。我杀了要降曹的内贼，只配得一双破草鞋，那人杀妻煮肉，却得了重赏。孔明先生，难道我这县城之功还比不上那人肉香吗？什么？刘豫州竟吃过人羹？那是百姓爱戴我主，宁愿献上血肉，岂是我主之过？我主刘豫州不忍夺刘表基业，此乃天下之人至义。你这等跳梁小丑，不过是在吴侯面前摇尾乞食罢了。吴侯量远道而来，共商抗曹大计。若吴侯执意将此等宵小之徒留于大殿之上，那便数量不能奉陪。告辞。卧龙先生方才说不想与我共商大计，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先生所说的那个见不得人的大计，就是隆中对吧？隆中对，这怎么可能？这是我为刘豫州谋划的三分天下之阳谋，普天之下知道此计的绝不超过3个人。他一个被我逼走的妻子，如何得知这等最高机密？如果他现在当着孙权的面全盘托出，让孙权知道刘备要趁机图谋荆州和益州，那孙权必定会踢开刘备，主公的大业将瞬间灰飞烟灭。怎么不走了？您要是真走了，您那份大计要不要我替您讲给吴侯听听？诸葛亮喉结艰难地滚动了一下，死死咬住牙关，根本不敢接下人的话茬，生怕多说一个字就会引爆这颗定时炸弹。两位先生，这隆中对是为何物啊？为何孔明先生一听此言，竟如此魂不守舍？主公，孔明先生远道而来，夏将军也是国之栋梁，曹操大军压境，二位都是为破曹而来，还请看在我主的面子上，兵势前嫌，坐下来共议大计，如何？亮连日奔波，身体突感抱恙，今日请辞，明早再来拜见吴侯。说罢，诸葛亮连看都不敢看虾仁一眼，宛如败家之犬般，脚步踉跄，极其狼狈地逃出了大殿，甚至连手中的羽扇掉在了地上，都没有回头去捡。哎，你们看，那不是诸葛孔明吗？他方才不是还不可一世吗？怎么进去这才一炷香的时间，就变成这般如丧考妣的模样了？莫不是吴侯见不得他只高气昂，将他呵斥了？主公礼贤下士，怎会当众呵斥他？不过方才进去见主公的，可是那位雇佣兵统领夏德华。鲁大人，可是那夏德华与孔明相辩，谁胜谁负？夏人技高一筹，孔明落败。所有人弹冠相庆，大呼痛快。那位不可一世的卧龙先生，竟然被夏人杀得落荒而逃。这一刻，夏人在他们心中的地位，直接被推上了神坛。此时，大殿中只剩下孙权和夏人2人。德华，你方才所说的那个能让孔明落荒而逃的隆中对，究竟是何物？孤实在好奇得很了。想套我的话，隆中对可是我穿越者最大的信息差底牌。要是现在告诉你，历史脉络全变了，我以后还怎么料敌先机？吴侯莫要误会。那不过是我偶然得知的一件孔明先生的糗事罢了。我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恰好拿捏了他的痛处。这种小人之争的手段不足挂齿，还请吴侯莫要再追问了。哈哈哈！不管怎样，德华今日真是让孤大开眼界，孤已备下重金厚礼，即日起便以最高规格雇佣德华及其麾下铁甲雄师，共拒曹贼，拿人钱财替人消灾。吴侯痛快，我夏人自然不会含糊。他手中紧紧攥着毛笔，眼中满是挣扎。此人太过危险，他不仅知道隆中对，还能聚敛起近万精锐，
若不除之，必成主公心腹大患。可如果我将此事告知主公，主公定会因隆中对泄露而心生绝望。不，我不能说虾仁这等宵小。既然今日没有当面告诉孙权，定是想从中谋取更大利益。我且先隐忍，赤壁之战后，再借孙权之手，将其彻底铲除。军营帐内，虾仁手里捏着一堆烫金的请帖，直接随手扔进了火盆里。这有2个臭钱，还真把我当成明码标价的物件了，互相押重宝，炫耀家底，却没有一个5铢钱进我的口袋，拿我当猴耍呢。大人的意思是不去赴宴？去，当然不去。他们不是想炫耀财力吗？那如果不趁机收割他们一波，简直是对不起我这博岛孔明的名声。子廉，去城里打听一下，盘下建业最高档的酒楼需要多少钱？我要自己开个场口，让他们交了入场费，才有资格跟我说话。属下遵命。几个时辰后，虾仁换了一身低调的贵公子服饰，带着路况来到了建业城东最豪华的酒楼前。看着眼前雕梁画栋、客似云来的3层高楼，虾仁暗暗啧舌。大人打听清楚了，这家酒楼地处黄金地段，别说盘下来，就是租1天也要20斤，也就是20万5铢钱。多少？1天20万？这破古代的物价怎么比现代一线的商铺还离谱？讲钱啊！进去看看，能不能把价格砍下来点？虾仁带着路况刚走进1楼大厅，还没来得及开口询问，就有一位侍女来到他们面前。2位贵客楼上请，我家主人说了，请的就是您2位。我这乔装打扮的居然被认出来了，还打哑谜，我倒要看看这日收20斤的酒楼老板究竟是何方神圣。跟着侍女踏入3楼，包间内坐着一位绝世美人，正是徐灵姬。妾身徐氏，见过恩人。我的个乖乖，天香国色的徐灵姬，没人告诉我她不仅长得美，还是个日进斗金的超级大富婆呀！早知道她这么有钱，我还努力个什么劲儿？直接抱富婆大腿不香吗？不行不行，淡定，我要跟优秀的人在一起，自己必须更优秀。夫人言重了，当日杀贼，我拿了酬金，2不相欠。以夫人的聪慧与坚韧性格，即便我不出现，夫人也定能除掉那2贼。听到聪慧与坚韧几个字，徐灵姬美眸一亮。从小到大，别人只夸她美貌，只有眼前这个男人，一语道破了她最引以为傲的内在特质。恩人博道孔明，威震江东，这块至尊玉牌还请收下。往后将军来此，3楼雅间任取，酒食全包，分文不取。夫人这酒楼，1楼、2楼生意红火，3楼却门可罗雀。夫人送我这玉牌，是想利用我如今炙手可热的名气，含活你这3楼的客人吧？妾身确有此意，事先未与将军商量，还望勿怪。哈哈哈哈！夫人不仅人美，这商业头脑也是绝顶聪明。不过免费吃饭就免了，我今日来是想跟夫人谈一笔大生意，我要借夫人这宝地办一场招贤宴，咱们搞个竞价机制，那些想见我的世家交了钱才能进门，出价最高的才有资格上3楼跟我说话。将军这是要巧取豪夺，将身价直接变现，这等天马行空甚至有些阴损的手段，简直令妾身叹为观止。夫人，这桩生意咱们55分成，敢不敢接？此等绝妙之举，妾身接了。1楼大厅门口，2排笑容甜美的侍女拦住了汹涌的人潮。什么？老夫坐了1天的马车赶来，你跟我说大厅见不到虾仁，上个2楼还要开什么贵宾权限？是的呢，老大人，虾将军只有1个，若是没有贵宾权限，自然是见不到的。开启2楼权限只需要30两黄金呢。30两黄金，黑店！你们这是黑店！老夫要找吴侯告你们！老大人，这酒楼的掌柜可是吴侯的弟媳，您要去告状的话，吴侯可能会先办了您哦。老头，你到底办不办？没钱就赶紧让开，我们还赶着去见虾将军呢。谁说老夫没钱？给老夫称，不就是30斤吗？锦袍老者咬牙切齿地拿着玉牌上了2楼，却发现2楼也没有虾人的影子。人呢？虾仁人呢？老夫花了30斤，连个鬼影都没看到。老大人，虾将军如今只在3楼雅间会客，上一位大人出了100两黄金才预定到资格。如果你想上3楼，需要办理白金贵宾权限，再加300两黄金呢。300两，你们这是在割老夫的心头肉啊！大人，这明摆着是个敛财的圈套，咱们还往里跳吗？
明知是坑也得跳，乱得冤。张昭一家独大，虾仁设这个局，反而给了我们一个用钱砸出公平的机会。去，直接叫价1000两黄金，包下雅监。顾拥顾大人，出价黄金1000两。我不加出价1500两。一群杂鱼也想与我张家争夺人才，真是不自量力。老夫出价黄金3000两，哈哈哈哈！诸位同老，承让了，这下的话归我张家了。子布呀，好大的手笔呀！那是自然，想我张家底蕴。哎呀，朱公今夜好兴致啊！孤方才乘车路过，见楼下车马停了数百辆，还以为朱公是在为抗曹大计殚精竭虑，却不知朱公在此豪掷千金，是在买些什么啊？吴侯，臣等。刚才叫价3000金的气势去哪了？孤的江东大敌当前，朱类家中喊穷，如今却为了区区一个来历不明的楚人如此挥霍，尔等是在把孤当傻子吗？坏了，孙十万这狗东西怎么来了？而且看这架势，明显是带着杀气来的，肯定是诸葛孔明那番话起作用了。孙权生性多疑，看到这帮世家大族为了拉拢我如此疯狂，必定以为我有所图谋，想要借机谋反。如果我今天处理不好，不光钱拿不到，连命都得搭在这儿。将军，吴侯动了真怒，今夜之事怕是无法善了了。躲是躲不过的，只能硬着头皮上了。夫人，随我下楼。弟父徐氏见过吴侯。弟媳免礼。哦，原来德华也在这里啊！孤今日遇上困境，正要去寻德华解惑，想不到在这儿碰上了。德华，你倒是在这儿混得风生水起啊！回吴侯，我等今夜在此相聚，正是为了解决吴侯的困境而来。解决孤的困境。好，孤倒要听听，尔等背着孤聚众敛财，到底要如何解决孤的困境？你若说不出个所以然来，今夜孤就让你知道欺君罔上的下场。孙十万这是铁了心要找借口杀我了。他最在乎的是什么？是钱和粮。既然今天这钱我自己是拿不到了，那我就用这笔钱买我自己一条命，顺便坑死这帮看不起我的世家大族。吴侯，窃以为如今吴侯与曹操决战江上，所忧虑者有二：是兵将，是粮草。吴侯手下猛将如云，无需担忧。所以吴侯真正的困境是军粮短缺。不错，孤确实缺粮，那又如何？所以我等今夜在此设宴，根本不是为了我家某人，而是为了吴侯筹措购买占据粮草的军费，对不对啊？对，虾将军说的对，我等今夜就是为了吴侯破曹大计，特来捐款的。下官虽然家资微薄，但也愿倾尽所有，助吴侯击破曹贼。朱公日前还跟孤哭穷说家中无钱，今日为何如此慷慨？莫非是诓孤？回吴侯，我等确实没钱，但是方才张昭张大人已经主动捐了黄金3000两做表率了。有了张大人如此高风亮节的榜样，我等就算砸锅卖铁，也要助吴侯一臂之力。老夫的钱，老夫辛辛苦苦攒的3000两黄金，本来是买虾仁的，怎么就成捐款了？虾仁不止，你们这帮爱签刀的，坑死老夫了！子布，真有此事？老臣身为江东老臣，理当为吴侯分忧，就算倾家荡产，也心甘情愿。哈哈哈哈！好，朱公真乃国之栋梁。德华，你一夜之间为孤筹集了这么多军费，解了孤的燃眉之急，此乃天助我也。德华立此大功，孤不能不赏。孤决定表德华为乡左校尉，明日起，你便率本部兵马离开建业，进驻沙县，镇守前线，再建奇功。卧槽，孙十万，你是真不知道此字怎么写啊！沙县在赤壁下游的回水湾，等赤壁大战一开打，曹州那83万大军烧毁的战船，落水的兵马，无数的粮草辎重，全都要顺江飘到沙县，那特么就是个天然的聚宝盆啊！你以为是送我去当炮灰？老子这是奉旨去捡漏发横财呀！臣领命，定当在沙县前线死战不退。好，来人，把各位大人捐的黄金统统搬回府库。夏校尉，我军急需招募民夫修筑水山以拒曹军，我以大都督军令命你，2天之内必须招募4000民夫丁壮，若完不成，定斩不饶。沙县大营内剑拔弩张，吕蒙眼神阴冷地逼视着虾仁。怎么，虾校尉名震江东，连孔明都能驳倒？难道连区4000民夫都招不到？你若接不下这军令，我现在就办了你！你算什么东西，也敢威胁我家大人？再赶上前一波，我必取你项上人头！陆况曾在神亭岭单挑江东12虎将，那一身恐怖的杀气瞬间爆发。吕蒙被那如看死人般的眼神一扫，吓得浑身一僵。有话好说，
两位将军切莫动怒，都是为了抗曹大计。就在这时，鲁肃和甘宁听到动静，急匆匆地赶了过来。子明，如今百姓为躲避战火，早已逃散一空。你让德华2天内去哪里找4000丁壮？你这不是强人所难吗？甘将军此言差矣，夏校尉可是能敌卧龙的大才，卧龙能草船借箭，夏校尉为何不能招人？莫非他不过是个徒有虚名的废物？好一个拙劣的激将法，想用军法弄死我！行，你给我挖坑，老子就把这坑挖成你的坟墓。说好的4000人，对，2天时间，少一个人，我都拿你军法从事。好，我接了。皇帝不急太监急，我都不急，你急个球！带着你的刀斧手滚！吕蒙被骂得脸色铁青，但阴谋得逞，强忍怒意带着人退了出去。夜幕降临，帐内灯火通明，下人正在地图上写画画。大人，方圆百里的百姓早跑光了，连条狗都找不到，咱们上哪儿去变4000人出来啊？要不俺带兄弟们反了吧？谁说要找百姓了？吕蒙只说要4000个活人干活，又没规定这4000人必须是咱们江东的百姓。大人的意思是？事后来报，江北曹操的北地兵马因为不习惯南方水土，营中爆发了大规模的呕吐腹泻，至少有5-6千人失去了战斗力，正躺在营里等死。既然孙刘联军招不到人，那我就去对岸的曹营里，把那几千个拉肚子的病号全忽悠过来，给吕蒙当苦力。傅彤和陆况听得倒吸一口凉气，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去敌营骗兵，这种天方夜谭的操作，亏大人想得出来。次日清晨，江面雾气未散，曹军汉南大营的主将冯凯正苦恼地看着自己的军营，长吁短叹。这时，一身仙风道骨打扮的虾人，带着陆况，慢悠悠地从渡口走来。这湿寒入体之症，若不及时医治，不久便会演变成瘟疫。这满营数千将士，恐怕神仙也难救了。先生留步，先生可是看出了我军将士的病症，敢问先生可有医治之法？若能救我全营将士，冯凯定禀明丞相，重重有赏。鱼儿上钩了，先生真乃扁鹊在世，华佗重生啊！丞相派了多少军医都束手无策，先生一碗汤药便有起死回生之效，还请先生大发慈悲，救救我营中这4-5千名病重将士吧。冯将军呐，不是我不肯救，这汤药只能治几个人，你们这好几千人，我上哪儿去弄那么多名贵药材？治不了，治不了啊！冯凯急得如同热锅上的蚂蚁，扑通一声给虾人跪下了。一旁的副将邹衍也急忙让士兵端来100两黄金塞给虾人。先生，求您再想想办法，只要能救命，什么条件我们都答应。办法嘛，倒是还有一个，能治好这几千人，就看将军敢不敢试了。先生快讲。顺江而下，在嘉鱼地界有一处隐藏的珊瑚温泉，那泉水中蕴含天然硫磺与地脉热气，只需让这几千病卒连夜乘船过去，在温泉中浸泡数个时辰，逼出体内湿寒之气，方可痊愈。将军，嘉鱼地处沙县附近，那是孙刘联军的地盘啊！几千人手无寸铁的去泡温泉，万一有埋伏。都什么时候了，还怕这怕那？再拖下去，这几千人全得病死在营里。传我将令，今夜子时调集所有空船，将所有病重士卒全部运往嘉鱼温泉治病。感谢曹老板送来的大礼包，4-5千个活体壮丁，这不就到手了吗？吕蒙啊吕蒙，你准备好接受惊吓了吗？几百艘装满曹军病卒的小船，趁着夜色悄悄靠岸嘉鱼，几千个冻得瑟瑟发抖，上吐下泻的曹军士兵互相搀扶着走下船，满心欢喜地准备寻找传说中的治病温泉。一支带火的鸣笛箭划破夜空，爷爷在此等候多时了，放下武器，谁敢乱动，当场砍死！一场原本可能惨烈的遭遇战，就这样兵不血刃地变成了一边倒的抓壮丁大行动。2日期限已到，虾人连个鬼影子都没招回来。刘皇说：“今日请您做个见证，虾人违抗军令，我这就派人去砍了他的脑袋。”只见虾人骑在马上，慢悠悠地走在最前面，而在他身后，黑压压一片，一眼望不到头的队伍正缓缓走来。更让所有人惊骇欲绝的是，这队伍里足足有4-5千人，而且他们身上穿的竟然全都是江北曹军的军服。这怎么可能？方圆百里连个鬼影都没有，你从哪儿变出来这么多曹兵？这是幻觉，绝对是幻觉！怎么，吕将军嫌弃他们穿的是曹军衣服，不能干活修水山？我记得你的军令状上只写了2日内招募4000活人，没说不能用曹操的人吧？刘备在一旁看得暗自心惊，这个曾被他和诸葛亮逼走的年轻人，手段竟如此神鬼莫测，一夜之间骗来5000曹军，这等奇谋丝毫不亚于孔明的草船借箭。
早知此人有如此逆天之才，当初在邓城被就算拉下这张老脸，也该强留他辅佐啊！如今让他流落在外，将来必是我军大患。不行，我得试探他一番。德华将军真乃神人也，必奉军师之命来沙县屯兵。这几日正愁找不到合适的营寨，今日见德华将军立此奇功，不知可否行个方便，将这处营寨让与备暂住几日。刘备一开口，就是典型的道德绑架，倚老卖老。他以为凭借自己皇叔的身份，虾仁怎么也会给几分薄面。吕蒙一听刘备开口要地盘，立刻像抓住了救命稻草，跳出来帮腔，企图借刘备的事来打压虾仁。听到没有？刘皇叔乃大汉宗亲，来沙县是为了抗击曹贼的大局。你一个小小校尉，还不快把营寨让出来，腾出地方给皇叔屯兵？我让不让营寨关你屁事！老子接军令是2天期限，现在才过了1天半，好狗不挡道，还不快给老子滚开！我要带人进去干活了。下人，你敢辱我？辱你怎么了？你这拙劣的杀局都被我破了，难道你还有脸站在这儿狗叫？给我滚！虾仁一抖缰绳，战马长嘶一声，吕蒙吓得连连后退。刘备在一旁看得脸色铁青，他知道虾仁这是借骂吕蒙，再狠狠地打他这个皇叔的脸。德华将军果然快人快语。刘皇叔，你要屯兵自己去挖土，想白占我的便宜，下辈子吧！听闻子龙将军在长坂坡7进7出，杀得曹军胆寒。吕蒙敬将军一杯，职责所在，不可饮酒。吕蒙热脸贴了冷屁股，极其尴尬，但他立刻把矛头转向了刘备和虾仁，准备抛出他的杀手锏。刘皇叔啊，听闻您新拜了一位军师，号称卧龙，有管仲、乐毅之才。可我怎么听说这位卧龙先生在建业大殿上被虾仁将军骂得哑口无言，汗流浃背啊！吕蒙此言一出，大厅内瞬间安静下来。他得意洋洋地看着刘备，满心以为刘备听到自己的爱将被如此羞辱，一定会当场暴怒，和虾仁翻脸拼命。就连虾仁也放下了酒杯，饶有兴致地看着刘备，想看看这位枭雄如何应对。刘备端起酒杯的手不仅没有丝毫颤抖，反而露出了如沐春风般的微笑。吕将军此言差矣，自古大才各有所长，我家军师长于谋国，短于辩才，这有何可笑？再者，夏德华将军亦是当世奇才，两位大才在学术上有所争论，互有胜负，乃是君子之争，这又何足挂齿啊！虾仁刚喝进嘴里的一口酒，直接喷了出来。卧槽！刘大耳这脸皮厚度，我愿称之为三国第一，都被人起脸输出嘲笑他的军师了。他居然还能强行把这事升华为君子之争，这隐忍的能力，吕蒙这种级别的段位，连给他提鞋都不配呀！果然，吕蒙被刘备这番滴水不漏、反将一军的话语对得目瞪口呆。吕蒙原本想挑拨离间，结果不仅没成功，反而像个跳梁小丑一样，被刘备的高姿态反衬得粗鄙不堪。这皇叔说的是吕某瞎图了。吕蒙实在没脸再待下去，怒气冲冲地离席而去。宴席不欢而散，虾仁回到自己的营帐，陆况早已在帐内等候多时。大人，那5000曹军兵卒已经全部安顿好了，按照您的吩咐，已经给他们熬了汤药，不出2日便可恢复体力。很好，吕蒙不是心心念念想要4000丁壮吗？明天一早我就给他一个永生难忘的大礼包，去准备一下。明天我们要让整个江东大营鸡犬不宁！期限已到，虾仁那个水匪，昨日还口出狂言，今日却连个鬼影都不敢露。刘皇叔、韩将军，今日请诸位做个见证，我这边带兵踏平他的营寨，去他首级，以正军法。曹军，曹操打过来了，主公小心，有埋伏！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这怎么可能是曹军？吕将军，你不是要丁壮吗？我给你带来了整整5461人，比你要求的4000人还多了1000多，你点点数。吕蒙大脑一片空白，他踉跄着冲到队伍最前面。你们到底是谁？怎么会在这里？我们是汉南大营冯凯将军的部下，前日感染了水土不服，冯将军派我们过江泡温泉治病，结果就被夏将军给抓了。听到这句话，所有的真相瞬间在众人脑海中拼凑完整。虾仁根本没有去荒村找百姓，而是直接去曹操的军营里，把几千个生病的曹军给忽悠过来了。兵不血刃，一夜之间白得5000精壮战俘。此等神鬼莫测之计谋，此等胆大包天之手段，诸葛军师的草船借箭，借的不过是死物，而他夏德华
竟然能凭空借来5000活人，若此人为我所用，该多好啊！吕蒙此刻的脸色已经从惨白变成了酱紫，他死死盯着那5000曹兵，又看向高高在上的虾人，他的杀局，他自以为天衣无缝的必死之局，不仅被虾人轻松破解，反而成了虾人在全军面前立下不世奇功的垫脚石。虾人，你这妖人！气急攻心之下，吕蒙猛地吞出一大口鲜血，身体像面条一样瘫软下去，当场昏死过去。跳梁小丑！狂风呼啸，江水翻腾，熊熊大火冲天而起，连江水都被映照得犹如沸腾的岩浆。喊杀声、惨叫声，隔着数十里都能隐约听见。大人，火烧赤壁，周瑜动手了，咱们赶紧集结兵马冲过去，杀曹贼，抢军功啊！这可是光宗耀祖的天大机会。大人，末将愿率众齐作先锋，必取曹江首级，献于阶下。然而虾人却异常冷静，嘴角勾起一抹精明的笑意。去抢军功，将来给谁？给天天盼着我死的孙权吗？傅彤和陆况愣住了。赤壁是周瑜和诸葛亮争夺虚名的战场，我们要的是实力。曹操83万大军崩溃，无数的战船、粮草、盔甲，甚至是战马，都会顺着这江水飘到我们这沙县的回水湾来。这特么就是天上掉金子啊！传我将令，全军立刻散开，沿着江岸布置防线。只要是水里飘下来的，无论是活人还是死物，连一块好木板都别给我放过，统统给我捞上来！今晚老子要发一笔绝后的战争横财！宽阔的江面上，密密麻麻地漂浮着无数被烧毁或完好的战船碎片。更让人疯狂的是，无数装满粮草的麻袋，未被烧毁的精良铠甲，甚至还有几百匹在江水中挣扎的北方高头大马，正源源不断地顺江漂流而下。快把那艘装满箭矢的楼船给老子拉过来，别让它沉了！那箱金银是咱们的，快用铁钩勾住。好马，全都是顶级的幽州大马，快拉上岸！有了这些马，我们能再扩编1000骑兵。虾人站在高处，看着江滩上堆积如山、几乎快要放不下的海量物资，激动的心脏狂跳。发了，真的发了！曹操举倾国之力的家底，周瑜和刘备忙着追杀曹操，没空捡，全特么便宜我了。就这一晚上的收获，足以抵得上江东1年的赋税。我虾人的原始资本彻底大成了。黄昏时分，江滩上的物资已经堆积成了小山，然而随着物资一起飘下来的，还有无数具残破不堪的曹军尸体，密密麻麻覆盖了整个江面，景象犹如人间炼狱。大人，之前的都捞干净了，咱们现在可是富可敌国了。那些尸体太晦气，咱们不管了，拔营回丹徒吧。虾人看着江面上漂浮的无数死尸，脸上的狂喜渐渐褪去，他的眼神变得深邃而复杂。不，把所有兄弟都叫上，挖坑！挖坑干啥？把这些战死的士卒，无论是曹军还是江东军，全部捞上来，掩埋立碑。大人，咱们已经烧了3天3夜了，连附近山上的树都砍光了。粗略点算，足足有9万多具尸首啊！咱们抢钱抢粮也就罢了，费这么大劲管这些死人做甚？这也不是咱们杀的。副统，你记住，我们虽然是拿钱办事的佣兵，虽然这乱世人命如草芥，但我们不能连最后一点人性都扔了。虾人直起腰，声音在空旷的江滩上回荡。周瑜和诸葛亮赢了赤壁，天下人都会记住他们的名字，千古流芳。可谁又会记住这些死在异乡的普通士兵？他们也是别人的儿子，别人的丈夫，别人的父亲。我虾人能力有限，救不了所有人，但我能让他们入土为安，不用在江里喂鱼。岸边的最高处竖起了一块巨大的无字石碑：一将功成万骨枯啊！愿尔等英魂早日安息。一将功成万骨枯这7个字，宛如一记重锤，狠狠砸在了所有人的心头上。我等本是战败之囚，命如蝼蚁。夏将军不仅治好我等疫病，更与我北地将士全师入土之恩，此等大仁大义，天高地厚。若将军不弃，我等5000弟兄愿誓死追随将军，刀山火海，万死不辞。古人最重恩义，我本是不忍心看尸横遍野，才顺手收尸，没想到竟意外收获了5000北地百战老兵的死忠，加上我原本的兵马，我现在手里有整整2万大军了，这是足以争霸天下的一方诸侯之兵力啊！报大人，大事不好！江东文臣张昭趁您率主力在沙县集结了8000世家联军，突然偷袭我们丹徒的老营驻地。陆况的脑子瞬间炸响，他的老母亲和相依为命的妹妹陆小草，可全都在丹徒老营里。张昭老狗，我没去打建业，你竟敢来偷我的家！传我将令，全军扔掉重辎重，水陆并进，给我火速杀回丹徒！张昭要是敢动我的人一根汗毛，老子要他9族陪葬！主公，前线急报，
汉南大营主将冯阶将其麾下5000多名感染疾病的士卒连夜送过江去泡温泉，结果全被江东一个叫虾仁的校尉给设伏抓走了。什么？5000人手无寸铁送给敌人？冯凯这个蠢货是猪脑子吗？如此浅显的骗局也看不出来。来人，传令下去，把冯凯给箍斩。主公息怒，此事不能全怪冯阶，这设局之人虾仁，据说曾当着孙权的面把诸葛孔明骂得哑口无言。他亲自乔装神医潜入我营，利用冯阶救人心切的心理，以身入局，算无一策。这等玩弄人心的手段，绝非冯阶所能匹敌啊！就在这时，帐外传来喧闹声。丞相，我们是从赤壁死里逃生回来的，多亏了那个叫虾仁的将军，他不仅没杀我们，还命人打捞了我们战死弟兄的9万多具尸骨。他烧了3天3夜，为我北地男儿立下忠魂碑，还发给我们路费，让我们回江陵来寻丞相啊！一将功成万骨枯，好一个大仁大义的夏德华！顾着83万儿郎的尸骨，竟是由一个敌人来收敛。虾仁此人有经世之志，更有容人之量。孙权小儿心胸狭隘，定容不下这等大才。传姑的旨意，以朝廷名义立刻封虾仁为广陵太守，加封镇东将军。主公，广陵太守乃是一方封疆大吏，镇东将军更是崇号将军，这封赏是否太重了？重，姑就是要给他最重的赏，不要让他名正言顺的在江东的后院自立门户，有他在广陵牵制，孙权就如芒在背，绝不敢轻易违上。仲德，给带上官印和诏书，亲自走一趟，务必将这官印送到虾仁手里。哼，区区一介水匪也敢负我江东世家的面子，今夜踏平此战，抓住他的家眷，老夫倒要看看他虾仁还敢不敢在老夫面前猖狂。就在张昭以为胜券在握之时，营地后方的雪原尽头，大地突然开始剧烈地震战，1000名身披重甲的黑旗，如同一群从地狱中冲出的嗜血恶魔，携裹着漫天风雪，以一种摧枯拉朽的恐怖速度，朝着江东大军的后背狂飙而来。为首之人正是双目猩红、杀气爆表的猛将。兄弟们，感动我们的家人，杀一个不留！正在前线督战的张成听到后方大乱，猛地回头，何方敌军？给我顶住，挡住他们！外面杀声震天，中军大帐内的张昭终于察觉到了不对劲，他刚放下茶杯，准备起身查看。你是什么人？老夫乃江东长史张昭，您敢？老狗想抓我的家人，你也配？陆况反手一巴掌抽在张昭的老脸上。张昭一擒，谁敢妄动？杀无赦！远处的风雪中，虾仁率领的2万主力大军也在此刻浩浩荡荡地抵达了战场，彻底接管了全局。父亲，贼子，放开我父！你们这帮水匪草寇，我张家世代名门，就算死也绝不受你胁迫，要杀我，放了我父亲！好一出父子情深，感天动地呀！张公子，你是不是搞错了什么？我这人从不随便杀人，我只讲道理。你们张家趁我不在，精兵偷我的大本营，害我2万大军在风雪中千里奔波，路上冻死冻伤无数，还害我扔掉了一大批从赤壁缴获的辎重，这笔账难道不该算吗？你想怎样？要多少钱才能放了我父？看在张大人是江东名流的份上，我给你们打个折，2万两黄金。2万两黄金这句话一出，议事厅里瞬间死寂。2万两黄金？你疯了吗？就算杀了我们，张家也绝不可能拿得出这么多钱。数字感耳，你这是在做梦。老夫宁可今日血溅于此，也绝不受你这等奇耻大辱。陆况，拿块破布把他嘴堵上，别让他咬舌头。张成，我现在放你走，5天之内，你要是凑不齐2万两黄金送来，我就当着全军的面把你爹凌迟刮骨。还有，如果你敢去向孙权求援，我保证张昭立刻人头落地，滚去筹钱吧。张成看着受辱的父亲，心如刀绞。他知道虾仁是个不按常理出牌的疯子，只能咬着牙去疯狂筹钱赎爹，狠狠敲诈了张家一笔后，虾仁心情大好，带着陆况和傅彤来到码头视察水军。突然，一阵悠长低沉的号角声从宽阔的江面上传来，只见一艘巨大而极其华丽的官船正破开江面的薄冰，缓缓向着丹徒大营的码头驶来，上面赫然写着一个斗大的曹字。曹军的战船怎么会跑到这儿来？全军警戒！别动，这可是我们的贵客，等了这么久，曹老板的快递终于送到了。
老夫在丞相那里就听闻德华将军在江东痛斥诸葛孔明之事，更闻将军在嘉鱼为我北地9万儿郎收敛尸骨。今日一见，德华不尽人意，更兼雄姿英发，真乃当世人杰。仲德先生谬赞了，贾某不过是个拿钱办事的佣兵。敢问先生，此番带着朝廷的官船而来，有何贵干？莫非是丞相看中了我这微不足道的才能，想给我个一官半职，让我为朝廷效力？哈哈哈哈！好你个夏德华，果然聪慧过人，什么都瞒不过你。不妨猜猜，丞相为你表奏了什么官职？具体的官职我猜不到，但曹丞相刚刚兵败赤壁，短时间内无力南下，他此时封赏我，无非是看中了我手里的2万兵马，想借我的手在孙权的后院放一把火。这官职不是庐江就是广陵吧？此言一出，程昱脸上的笑容猛地一僵，瞳孔微缩。此子不仅有大仁大义，更有这等可怕的战略眼光和政治嗅觉。丞相封他，恐怕不只是制衡孙权那么简单。若让他做大，只怕将来也是朝廷的大患啊！虾人听旨，曹丞相感念将军大义，特表奏朝廷，举将军为孝廉，加封为广陵太守，拜镇东将军。朕拟即日带兵前往广陵赴任，为朝廷牧守徐州门户。广陵太守、镇东将军，这8个字犹如8道惊雷，在整个丹徒大营的江面上炸响。太守、镇东将军，这不是当官，这是直接成了一方诸侯了。末将入夸，拜见主公。拜见主公，愿为主公世代孝死。从今天起，我再也不是那个需要看孙权、刘备脸色的流浪佣兵了。我有地盘，有军队，有名分，这3国乱世的棋盘上，终于有了我虾人的一个座位。德华，这是何人？为何被绑在此处？不，那是江东文臣之首张昭子部，趁我不在，来偷袭我大营，被我抓了。什么？他就是那个辅佐孙策、孙权2代吴侯的张昭。被绑在柱子上的张昭听到动静，艰难地抬起头。当他看到虾人手中把玩的那枚象征着封疆大吏的太守金印时，张昭的双眼瞬间瞪得溜圆，眼珠子都要凸出来了。广陵太守、镇东将军，这不可能！他一个小小的水匪头子，怎么可能一跃成为地位比我还高的封疆大吏？难道他从在建业博倒孔明、抗拒吴侯开始，就在谋划这一步？太可怕了！此子的城府简直深不见底。虾人让人松开了他的绑绳，他顾不上整理凌乱的衣衫，猛地转身。仲德先生，救命啊！老夫有眼无珠，冒犯了虾太守，还请先生看在同为世人的份上，在虾太守面前美言几句，放老夫回江东保全家小吧。老夫愿倾尽家财赔偿。子布先生，我为何要救你？救你对我有什么好处？只要先生肯发一言救老夫性命，但凡先生吩咐，张昭无所不从。好，那我问你第一个问题，我放你回去，你能替我杀了孙权吗？不能，老夫做不到。我就知道你这老朽没这个胆量。那我问你第2个问题，孙权此刻正欲发兵攻打合肥，我放你回去，你能劝谏孙权息兵，不再进犯我朝廷疆土吗？张昭再次绝望，孙权赤壁大胜，正野心勃勃要开疆拓土，谁这个时候去劝阻，谁就是找死。仲德先生，吴侯此刻正在兴头上，老夫若去劝阻，必遭杀身之祸啊！这也做不到。这也不行，那也不行，你一个江东老臣，连这点价值都没有，我留你何用？德华，此人你看着办吧，杀了也罢。先生留步，有价值，老夫有价值。吴侯攻打合肥，已钦定老夫为后方督办粮草。老夫虽不能阻止出兵，但在粮草督办上，老夫可以拖延10日，让合肥有喘息之机。求先生救我。程昱要的就是这句话。合肥兵少，最缺的就是时间。这还像巨人话，不过空口无凭。来人，笔墨伺候，把你刚才承诺如何拖延江东大军粮草的计划白纸黑字写清楚，盖上你的私印，画押。张昭浑身像筛糠一样剧烈颤抖，他知道只要签了这份东西，他张昭就彻底沦为曹魏和虾人捏在手心里的内鬼。但为了活命，他别无选择。虾人在张成送来第一批赎金后，将张昭扔上了返回江东的小船。随后，虾人走上高高的帅船甲板，全军拔锚，目标徐州、广陵，去拿属于我们自己的地盘。长沙城内，刘备大军已经接管了防务。红脸长须、威风凛凛的关羽带着刚刚献城的魏延，大步向大堂走去。文长兄弟，你杀那昏庸的韩玄，救下黄老将军，又献出这长沙重镇，此乃首功。大哥和军师定会重重赏你。多谢关将军引荐，严定当为皇叔赴汤蹈火，
在所不辞。大堂内，刘备坐在主位，正与旁边的诸葛亮低声交谈。大哥，军师，此人便是刀斩韩玄，献出长沙城的猛将魏延。左右刀斧手何在？将此人给我拿下，挥出去斩首。两旁早就埋伏好的刀斧手如狼似虎地扑了上来，一左一右死死反剪住魏延的双臂，将他强行按跪在地上。军师，这是为何？魏延乃是有功之人啊！此人食其禄而杀其主，是不忠也；居其地而陷其城，是不义也。如此不忠不义之人，留之必生祸患，先斩之，以绝后患。被按在地上的魏延，并没有表现出即将被砍头的惊恐，只有极度的震撼与不可思议。这句话为什么会这样？2个月前，那个素未谋面的虾仁派人送给我的那封密信里写着的，竟然一字不差。虾仁在信里说，这是诸葛亮用来震慑降将的帝王心术。接下来刘备就会出来当好人，假装替我求情。魏延猛地抬起头，看向主位上的刘备，果然，剧情走向与虾仁的预言完美重合。军师息怒，若杀魏延，只怕会让天下空降之人人人自危啊！还望军师看在辈的薄面上，饶恕他吧。魏延看着眼前这对君臣，掩着红白脸，只觉得胃里一阵翻江倒海的恶心。我观你脑后生有反骨，酒后必反，本欲杀之。今日主公为你求情，暂且饶你一命，日后若生异心，我定取你性命。魏将军，军师已经饶恕你了，还不快谢恩？谢军师不杀之恩。魏延从贴身的内衣夹层中小心翼翼地掏出了那封被他攥得发皱的密信。孔明此人极度多疑，且掌控欲极强。今日以反骨之名辱将军，翌日必处处防备，打压将军。若将军不愿做那受气之犬，是时宴之日，便请来江东丹徒寻我，虾仁必扫踏相迎，与将军共图霸业。夏德华，天下竟有这等神鬼莫测的高人，不仅能预知未来，更一眼看穿了刘备与孔明的肮脏心术。我魏延堂堂七尺男儿，杀贪官献城池，立下不世之功，却被当众羞辱，甚至被定性为天生反贼。老子不伺候了。夜黑风高，寒风呼啸，魏延牵着自己的战马，快步走向长沙北门。站住！深夜城门已闭，任何人不得出入。当我者死！几名想要阻拦的士卒瞬间被砍翻在地，吓得其余守军纷纷抱头鼠窜。魏延一刀劈断城门的门栓，战马如龙般冲出城洞，一骑绝尘，消失在茫茫的夜色中。难得的冬日暖阳，孙权心情不错，正站在后花园的腊梅树下。报主公，荆州急报，周大都督在南郡误中草人诡计，身中一箭，刘备趁机出兵，已经夺了荆南4郡。你说什么？周瑜受伤了，刘大耳竟敢背着孤抢夺荆州，这无耻之徒！罢了，刘备夺荆州，孤早晚让他吐出来。眼下最要紧的是张昭攻打丹徒的战报，只要除掉了虾仁那个心腹大患，孤便能腾出手来，安心发兵合肥，与曹操争夺天下。主公，这是张昭大人刚派人送回来的加急密信。好，定是子不得胜归来，斩了虾仁那逆贼了。他的目光在信纸上快速扫过，然而信上的内容并没有让他发笑，反而让他的脸色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变得惨白铁青。广陵太守，镇东将军，这怎么可能？孙权的脑海中仿佛有无数道天雷同时炸响。区一个水匪佣兵，他凭什么？曹孟德是不是疯了？竟然封他做广陵太守？他不但没死，还敲诈了张昭2万两黄金，带着2万大军在孤的后院自立门户了。虾仁，你欺人太甚！主公，快来人了！主公吐血了！副将军，吴侯已经下了死令，你若继续负隅顽抗，城中百姓与你家小姐要玉石俱焚。老夫以性命担保，只要你出城受缚，吴侯定会留你家小一命。孙权啊，孙权，你斗不过虾仁，便拿我这个忠心耿耿的老臣开刀泄愤罢了。城中粮草已绝，若我一人之死能换取老母妻儿的性命，这便是我最后能为家族做的事了。德华老弟，哥哥先走一步了。来呀，将反贼傅婴的家小全部拿下。这傅婴不忠不义，举兵谋反，我等奉吴侯密令，尽诛其家小，以绝后患。动手！二位将军，吴侯答应过饶他家小性命的，你们这是为何？陈武、徐盛，你们这群背信弃义的畜生！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官道上，一名牵着战马的大汉正巧路过。不忠不义，又是这句了新人的话。诸葛村夫用这4个字羞辱老子，现在这帮江东鼠辈也用这4个字来草菅人命。这世道，但凡有点骨气的人，都要被这帮伪君子扣上反贼的帽子吗？我看谁敢动手，某去截住那2家，你自去救你家小。何方狂徒！多谢壮士救命之恩。
若非壮士，我全家40余口已遭毒手。敢问壮士高姓大名？某乃魏延魏文长，听闻你与广陵太守夏德华失之交，我正要去投奔夏大人，路见不平，故而出手。原来恩公也是去投德华老弟的。我父因认率本部残兵，与恩公同去广陵。这老二，你明知回去会被孙权怪罪，却不愿去投德华大人，莫非是欺我家大人名声不够响亮？今日我偏要擒了你，同去广陵。子山先生，您刚才拼死护我家人，孙权定饶不了您。不如您就装作被我们绑走，既能去见见德华，又能保全名节，孙权也怪不到您头上。好你个魏延，某自神亭岭大战孙伯符之后，再未遇过如此强悍的对手。你腿上有伤，竟还能与我夜战上百回合不败。孙权鼠辈，小肚鸡肠，也配让我魏延低头？太史慈意，再来！我看你这双腿还能撑几时？留撒手！就在这生死存亡的绝境之际，江东军的后方阵营突然爆发出震天动地的喊杀声。原来是傅婴听从魏延的疯狂计划，亲率500敢死队潜入冰冷的江水中，绕到敌军背后，发动了自杀式的奇袭。不好，有伏兵，快接阵！广陵水军偏将傅同在此，江东鼠辈休要猖狂。听到江面上的动静，太史慈心中大急，知道广陵的援军到了，先杀傅婴，绝不能让他活着渡江。傅婴本就武艺平平，又在江水中泡了半夜，脚下一滑，踩在圆滑的鹅卵石上，重重跌坐在地。太史慈狞笑着高高跃起，手中长刀借着下落之势，照着傅婴的脑袋狠狠劈下。无命休矣！太史将军，许久不见了啊！能接下我全力一刀，绝非无名之辈，为何有些面熟？当年神亭岭上，太史将军与孙伯符死战，若非在下引开江东12虎将，太史将军安能有命活到今日？此言一出，不仅是太史慈，连赶来的周泰都惊得倒吸一口冷气。是你当年刘繇正下的那个虚阿小将？广陵太守麾下齐军校尉陆子陵，太史将军，今日各为其主，请赐教。战场彻底陷入混乱，太史慈和周泰眼见广陵军船队靠岸，骑兵登陆，大势已去，只能借着风沙的掩护，极其不甘地率领残兵败将狼狈逃离。风暴之中，广陵军的战旗在江畔傲然挺立。子山先生已经到了广陵了，太守大人就在外面等候。老夫在江东，那也是被吴侯扫踏相迎的座上宾。你们广陵就这般待客之道，想让老夫自己走下去，没门！哎呦，子山先生，你之前在建业城外不是嚷嚷着要把令爱部练师嫁给我，怎么今天女儿没带来，自己反而被绑着送上门了？莫不是要给小婿来个惊喜？你这没皮没脸的小子，老夫那是权宜之计，少往自己脸上贴金。末将魏延在长沙识破了刘备与孔明的伪善面目，今日终于见到了明主。魏延愿为太守大人效犬马之劳。文长快艰险，单骑夜奔来投我，又在江边力战强敌，救我兄弟，此等大恩大勇，我家人岂能相负？传我将令，即刻起拜魏延为奋威将军，赏黄金100两，赐广陵大宅1座。主公厚恩，魏延粉身碎骨，亦难报万一。这虾人手段竟如此了得，这等识人之明与御下之术，远超孙权那个只知道算计自己人的小肚鸡肠。看来我不知这回是真的捡到宝了，把炼石嫁给他，或许真能保我部家长盛不衰。主公，出大事了！广陵前太守陈登大人近日突发怪病，如今已是3日水米未进，形如枯槁，浑身只剩下80多斤的皮包骨头，城中所有的名医都束手无策，求主公救救袁隆兄吧。历史记载，陈登是因为常年吃生鱼片，感染了严重的血吸虫病，30多岁就英年早逝了。我现在手里猛将如云，但唯独缺一个能统筹全局的顶级政务大师。如果我能救活他，这不仅是一份救命之恩，更是逼他出山辅佐我的绝佳筹码。虾人带着路况跟着陈角来到了陈府门前，一个老仆打开门，满脸愁容。陈公曹，您怎么又来了？我家老爷病入膏肓，连后事都交代了，他不想见任何人。您带回来的那些江湖郎中，就别白费力气了。陈伯，这位先生可不是江湖郎中，他曾治好过无数疑难杂症，求您再去通报一声，就说是我陈角以性命担保的神医。好吧，老奴再去试试。诸位且在门外稍候。不多时，门再次打开。对不住了，陈公曹，
我家老爷睡下了，老奴实在不忍心叫醒他，诸位还是请回吧。呵，避而不见是吧？刘备请诸葛亮能三顾茅庐，我虾仁为了收服你陈登，今天就算在这门外站一天，我也得把这个面子给你给足了。等治好了你的病，我要让你知道欠我的这份人情，你得拿半辈子来还。经过3次耐心的登门求见，虾仁终于被允许进入了陈府。陈登躺在床榻上，曾经风流倜傥的江东名士，此刻瘦得犹如一具披着皮的骷髅，连呼吸都显得极为艰难。陈大人，这是腹中有一虫在作祟，而且虫患已至3期，若再拖延3日，大罗神仙也难救。先生真乃神人也。去年华佗老先生来看诊时也是这么说的，可华佗先生未留药方就走了，求先生施展神迹，救我父亲性命。只要能救活我父，我陈素愿为先生做牛做马。废话少说，去准备半碗温热的蜜水，让陈大人先喝下。这是为何？那益虫在腹中饿得发慌，先喝蜜水，益虫闻到甜味，便会全部向上聚集在胃部争抢。此时再将这副猛药灌下，便可将其一网打尽。半个时辰后，喝下汤药的陈登吐出了小半盆的污。天哪，这都是些什么怪物？父亲的肚子里竟然藏着这么多恶心的东西！立刻拿石灰来，把这些虫子全部烧死深埋。记住，陈大人以后绝不可再碰一口生鱼块。吐完之后，陈登原本憋闷的胸口瞬间通畅，呼吸变得平稳。他无力地靠在软榻上，虽然虚弱，但眼中已经重新焕发出了生命的光彩。先生神迹，若非先生今日出手，陈登这条命休以大恩大德，没齿难忘。呵呵，元龙先生，你的命我保住了，接下来就看你准备拿什么来还我这份大恩了。想跑门都没有。德华啊，老夫复盘了你这一路的轨迹，从脱离刘备借甘宁起家，到赤壁发横财，再到擒获张昭逼曹操封太守，这等环环相扣的绝世谋局，莫说是那诸葛孔明，便是曹孟德在此，也得被你算计的骨头渣都不剩。老夫心服口服。子山先生过誉了，不过是顺势而为罢了。不知先生接下来的路打算如何走？老夫决定回江东去。孙权生性多疑，他若不防着你，那才叫有鬼。吴侯啊，老陈苦啊！那虾人不仅劫掠了老陈，还日夜将老陈下大义严刑拷打。虾德华欺人太甚，孤是杀死贼。吴侯，老陈与虾人有不共戴天之仇，请吴侯拨给老陈5000兵马，老陈愿亲自去守丹徒，只要有老夫在，定叫虾人匹夫，片板不得过江。元龙大人身体康复，真乃我广陵之福啊！如今那新来的太守虾人虽有几分兵马，但毕竟是个外来户，只要元龙大人一句话，我等定当以大人马首是瞻。诸位言重了，虾太守毕竟是朝廷命官，我们理当尊着他。只不过这广陵的政务水深，他一个年轻人把握不住，还是需要我们这些老骨头多替他操劳操劳啊！父亲，今日这般盛大的宴会，你为何唯独没有邀请新任太守虾大人？这是否有些过于明显的轻视了？为父这就是在试探他的底线，若他连这口气都咽得下去，那他就不配做这广陵之主。恩公神义先生到。先生，您可是我的救命恩人啊！快请上座。众名流见这神医如此年轻，都不免有些轻视。这位小兄弟年纪轻轻，竟有如此医术，想必是走了大运，偶然得了什么偏方吧？你这老狗敢对先生无礼！无妨，我不过是个看病的，比不得诸位大人手握广陵权柄。陈登为了展示自己强大的号召力和底蕴，故意当着全城显贵的面向虾人抛出了极其丰厚的筹码。先生，您对我陈家有再造之恩，今日当着广陵百官的面，我陈登向您承诺，只要您肯留在广陵，我愿为您出资建立广陵最大的医馆，每年供奉黄金100两。若先生有意仕途，我甚至可以联名诸位大人，为您举孝廉，报您做个郡丞，如何？谁知虾人根本不接茬，没兴趣。那先生究竟想要什么？金银、田产，还是绝色美女？只要您开口，我陈登无所不从。我要元龙先生再次入仕，出任广陵郡丞，在我麾下助我打理广陵一应军政大权。你到底是谁？难道你就是那个新任的广陵太守虾德华？不错，正是在下陈元龙。我3次登门救你性命，今日该是你还恩的时候了。刚才还阴阳怪气嘲讽虾人的士绅乙，双腿一软，直接瘫倒在桌子底下，吓得尿了裤子。哈哈哈哈！好手段，好气魄！我陈登自诩算计天下，没想到今日
竟被太守大人算计得死死的。太守大人救命之恩，陈登不敢不报。我答应出仕，我陈登愿辅佐大人3年，必为大人在这乱世之中谋得一州之地。一言为定。袁龙先生，你是不是好了伤疤忘了疼？你肚子里那半盆虫子是怎么来的？还要我再帮你回忆一遍吗？主公啊，属下这一生别无他求，就好这一口愉快。这水煮鱼寡淡无味，实难下咽。若不能品尝珍馐，这人生还有何乐趣可言？父亲，太守大人说过，您再吃生鱼片可是会没命的。行了行了，谁说吃鱼就必须生吃？今日本太守就教你们一种全新、安全且能把你们舌头都掀掉的做法火锅。先，袁龙先生，请吧。鱼肉的鲜嫩，底料的腥香，蘸料的醇厚，在陈登的口腔里瞬间爆炸。世间竟有如此不可思议之美味，鱼肉鲜滑而无虫患，汤底醇厚而能五脏。此等神仙吃法，简直是巧夺天工。人生的玉明主，又得尝此等绝世美味，我陈元龙死而无害矣。我这么费了9牛2虎之力治绝症，搞掉马甲，打脸局才让你出事，结果一顿火锅你就死而无憾了。早知道你是个顶级吃货，我还费那脑细胞干嘛？主公，江东急报，孙权不顾国内空虚，亲率10万大军已跨过长江，对曹军驻守的合肥发动了猛攻。合肥守将张辽手中仅有7000人马，危在旦夕。主公，孙权倾巢而出，合肥必然失守。若合肥被破，孙权的兵锋必将直指我徐州、广陵，我们该早做打算。合肥失守，你太高看孙权，也太小看张文远了。那不是送人头上门吗？历史上威震逍遥津，张辽800破10万，孙权差点连裤衩都输光了。这么好的发横财机会，我怎么能错过？集结12000精锐，带上大量写着张辽扼进的战旗，跟我去合肥的后路乌江埋伏。老子要复刻孔明的华容道，把孙10万吓出屎来！啊，张辽来了，救命！众将面面相觑，心中悲凉。主帅被吓成这副模样，连自家帅旗都砍，这仗还怎么打？主公莫慌，那只是风吹的旗帜，张辽没有追来。无数面写着斗大张字的战旗猛地从树林中竖了起来，迎风招展。这天蔽日，是张辽的埋伏，张辽追来了。张文远在此恭候多时，孙权小儿拿命来！他追来了，他真的追来了！快护驾，快跑！孙权一行人连滚带爬的又逃了10几里，战马累得几乎瘫倒，惊魂未定的他刚想喘口气，两侧的山崖上再次鼓声震天，一排排乐字大旗豁然立起。曹军大将乐进在此，孙权休走！怎么还有？这曹操到底埋伏了多少人马？快走，快往江边走啊！水，给股水！傅腾蒙着脸，提着大刀从芦苇荡里跳了出来，身后全都是李字大旗。曹军大将李典在此，活捉孙权！孙权连滚带爬地冲向战马，可他原本就腿短，此刻双腿像面条一样发软，连续3次想要爬上马背，都重重地摔在泥水里。上不去，孤上不去啊！主公，踩着我的背，快上马！孙权踩着鲁肃的脊背，极其狼狈、极其屈辱地爬上了马背，头也不回地朝着战船狂奔而去。敢问对面可是广陵太守德华大人？正是，早就听闻文远将军威名，今日合肥一战，将军800破10万，杀得孙权丢盔弃甲，真乃天人也！我特率军在此设伏，助将军一臂之力。原来是德华大人，大人在赤壁为我北地9万儿郎收敛尸骨之事，我等皆感激涕零。今日大人又设伏逼退孙权，此等大功，我等定当上报丞相。德华大人高义，今日这份相助之恩，我张辽记下了。日后若有差遣，张辽绝不推辞。还请大人随我等同回合肥，摆酒庆功。吃饭就算了，我可是来进货的。文远将军客气了，庆功就不必了，我还有别路的伏兵需要去收拢。将军只需将这些江东的俘虏押回城去便可。至于这些散落一地的破铜烂铁、粗粮辎重，我这就命人替将军清理干净，免得堵塞了道路。大人思虑周全，那就有劳大人了。还愣着干什么？抢啊！把所有能吃能用的，连装粮草的麻袋都别给我留下，统统搬回广陵。10万大军啊！孤带出去10万大军，连同江东半年的粮草全都没了。太史慈将军也战死了，奇耻大辱，奇耻大辱！主公息怒，保重龙体啊！吴侯此战失利，皆因刘备夺了荆州在后方牵制，以及虾人在广陵虎视眈眈。老臣有一计，
可不费一兵一卒，将此2人一网打尽。快讲！听闻刘备丧妻，吴侯可假意将妹妹孙尚香许配给刘备，再将弟媳徐氏认作义妹，许配给虾仁，以招亲之名，诱骗此2人过江。只要他们踏入江东地界，便如同瓮中之鳖，吴侯大可将他们囚禁，逼他们交出荆州和广陵。事成之后，再杀之而后快。闹计，好一条绝世毒计！刘备、虾仁，孤要让你们死无葬身之地。德华、孙权这是要用亲妹妹和弟媳做饵，逮下鸿门宴要你的命啊！你若去了江东，便是自投罗网，必死无疑。我本以为能逃出那个牢瓮，看来这都是命。将军万不可为了妾身去犯险，这婚事妾身认了便是。主公，自山先生所言极是，千金之子坐不垂堂，此行凶险万分，断不可去。哈哈哈哈！不去？为何不去？孙权那个废物，连老婆本都掏出来给我搭台唱戏了。我若是连这个台都不敢上，岂不是对不起他的一番苦心？他不就是要玩阴的吗？老子这就过江，我要当着全江东的面打他的脸，揭他的底，最后还要大摇大摆的把我的女人娶回广陵。哎呀，这不是德华吗？听闻德华高升广陵太守，真是年轻有为啊！不知今日来乔国老府上，所为何事啊？刘皇叔不也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吗？巧了，我也是奉吴侯之命来江东迎娶吴侯刚刚认下的义妹徐氏的。嗨嗨，想不到我与德华竟有同坐连京的一天，真是造化弄人啊！小后生啊，你胆子不小啊！你绑架小乔，勒索老夫5倍的军需物资，险些害得我乔家倾家荡产。今日你落到老夫的地盘上，你说老夫该如何收拾你？国老息怒，当初也是形势所迫，在下也是为了抗曹大计嘛。不知国老要如何才能消气？老夫听说你有点石成金的本事，我乔家被你掏空了家底，如今生意惨淡。你要是能交出2、3个能赚大钱的秘方秘谱，老夫就保你在江东的平安。想要秘方？老狐狸，你这是在引狼入室啊！正好我正愁没办法把手伸进江东的情报网里，你既然把乔家的产业敞开大门，那就别怪我顺手安插点自己人了。虾仁当即让人取来一条新鲜的草鱼，随后架起炭火，刷上猪油，开始不断翻烤。这是何物？区一条剑鱼，怎会发出如此诱人的异香？国老，尝尝我发明的秘制烤鱼。妙啊，妙绝！这等美味，若是放在酒楼里售卖，定能日进斗金。小后生，你这秘方老夫要。国老喜欢就好，不过这烤鱼火候极难掌握，不如这样，我让手下的几个机灵伙计亲自去您的各大酒楼店铺里，手把手教您的厨子，如何？好，就按你说的办。你在江东这段日子，老夫罩着你。搞定，秘方是你的，但你的店员全变成我的情报网了。孙权啊，孙权，你的大本营现在对我单向透明了。哎呀，别打了，知道俺是谁不？俺可是刘皇叔夫人的护卫大将军。呸！臭叫花子，还敢冒充皇亲国戚，敢冲撞我们孙大小姐的马队，今天非打断你的腿！那双草鞋的编织手法，不是当初在邓城刘备赏给我，然后被我扔下城墙砸中乞丐的那双皇叔限量版吗？等等，他刚才喊什么？刘皇叔夫人的护卫，子林，打发走那些女兵，把那个叫花子给我提溜过来。在几块金子的诱惑下，乞丐老老实实的带着虾仁和路况，来到了城外一处偏僻的江畔芦苇荡。你是当初在樊城路上助我等脱困的虾德华先生？正是在下。夫人，莫非是刘皇叔之妻糜夫人？历史记载，夫人不是在长坂坡投井自尽了吗？怎会流落至此？嘿嘿，俺当时正在苦井里睡着了，夫人跳下来，正好砸在俺肚子上，俺给她当了肉垫子，这才保住了命，就是摔断了腿。先生，妾身一路九死一生，历经数月才打听到皇叔在江东，求先生开恩，带妾身去见夫君刘皇叔吧。把你交给刘备，开什么国际玩笑？刘备现在正满心欢喜的等着娶孙权的妹妹孙尚香呢。糜夫人可是刘备的原配，糜竺、糜凤的亲妹妹，这么大的筹码握在老子手里，不狠狠敲刘备一笔，都对不起我这广陵太守的身份。夫人有所不知啊，刘备他此刻正被孙权软禁在吴国太的府邸中，孙权布下了天罗地网，正要用美人计招他为婿，实则是要他的性命啊。夫人此刻若去，不仅见不到他，反而会落入孙权魔爪，成为要挟皇叔的筹码。怎会如此？夫君威仪，那妾身该如何是好啊？夫人切莫惊慌，我在这江东尚有几处隐秘的产业，
夫人若信得过我，先随我入城治伤，待我寻得良机，定将皇叔救出，让你们夫妻团聚。好，玄德真乃龙凤之姿，老身能有此佳婿，实乃大幸。乔公以为如何？玄德乃当世皇叔，天下英雄正配得上郡主。站在刘备身后的赵云敏锐地察觉到了一丝极其恐怖的杀气，借着寻师的名义，悄悄退出大殿。不久后，赵云回到刘备身旁：“主公，廊下有500刀斧手埋伏，杀气腾腾。”刘备听到赵云说的话后，咣当一声跪倒在吴国太的脚下。孙权数字，果真要杀我，此时若退，必死无疑。唯有置之死地而后生。国太若要杀备，请即刻动手，备绝不反抗。玄德，你这是做什么？老身既已认你为婿，谁敢杀你？国太息怒，备方才得知，偏听与廊下竟埋伏了500刀斧手，这若不是要取备的性命，又是为何？备死不足惜，只是辜负了国太的一番美意呀！你这无耻的！你父兄创下这江东基业，难道是让你用自己的亲妹妹做诱饵，在佛门境的行此阿杂暗杀之事的吗？你不要脸，我孙家还要脸！母亲息怒，儿子不知情啊！这定是护卫将军贾华擅自做主。把贾华给我拖进来，斩了！哈哈哈哈！孙十万啦，孙十万！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吧，被自己亲妈当众骂成狗，这巴掌扇的，我在旁边看着都觉得脸疼，爽，太爽了！若我刘备能平安返回荆州，成就帝王之业，便让我一剑劈开此尸；若我命丧江东，便见折石不开。玄德公，好孩子，为何独恨这块石头啊？备年近5旬，未能剿灭曹贼，匡扶汉室，方才问天买卦，若能破曹兴汉，便断此石。果然如约。破曹兴汉，我呸！你这大耳贼肯定是许愿怎么从我江东逃跑。行，你能劈，姑也能劈。巧了，姑也买一卦，若姑能扫平曹贼，平定中原，亦断此石。两人仿佛真的是一对志同道合的抗曹盟友，笑声中却个怀鬼胎。德华，你来得正好，姑与玄德公方才都在此批示问天，祈求破曹大计。你也来买一卦吧。若你不愿，莫非是不想与我们做一家人？幼稚！这俩50多岁和快30岁的老男人在这玩什么中二的热血游戏？而且那破石头中间明明就有天然的水石裂缝，傻子才劈不开。算了，我没那么宏大的愿望，我也不想当石匠。不可，今日姑与皇叔都批了，你若不批，便是不敬天的。行，我批还不行吗？那我就许个愿，如果我能干掉眼前这个孙十万，把江东所有的绝世美女全都收编进我的后宫，就让我一刀把这破石头砍个稀巴烂。这小子的愿力怎么比我和刘备加起来还要恐怖？他这到底是许了什么丧心病狂的恶毒愿望啊？虾人收起刀，看着吓傻的两人，牵着徐灵姬大摇大摆地走了，只留下孙权和刘备在风中凌乱。我死也不嫁，凭什么？孙仲谋那个无耻的混蛋，居然真的为了大局，要把我嫁给那个手掌过膝、耳朵大的像蒲扇、年纪都能当我爹的老头子。我不干，我要杀了他！萧儿，你莫要冲动。自古王侯家的女子哪有自己做主的份？这已经是太夫人亲自定下的婚事，你如何反抗得了？嫂子，你当初也是被逼的，可你多幸运啊！你嫁给了一个年轻有为，还能护着你的人。可我呢？我若是跟了那个叫刘备的窝囊废去了荆州，我这辈子就毁了。哎，小丫头，你疯了！光天化日的，你嫂子还在旁边看着呢，你这成何体统？快下去！我不下去。你那么聪明，你连诸葛亮都能骂哭，你一定有办法的，对不对？只要你能帮我搅黄这门婚事，不让我嫁给那个老头，只要你帮我，我孙尚香就嫁给你，哪怕给你做小，我也心甘情愿。我特么，这可是三国第一小辣椒孙尚香啊，这谁顶得住？但是不行啊，我要是敢在这时候把他收了，不仅孙十万会立刻发兵砍了我，旁边徐灵姬那要杀人的目光也足够把我千刀万剐了。保命要紧，必须赶紧把这烫手山芋甩给刘备。姑奶奶，你先下来，我帮你还不行吗？你真有办法？你不是喜欢舞刀弄枪吗？吴国太不是允许你招募健硕的女兵当护卫吗？你回去之后就去街上大肆购买磨刀石，买200块，你就让你的200个女兵穿着铠甲，拿着大刀，在大院里疯狂磨刀。只要刘备那个老小子敢踏进你的院子，你就让女兵们拿刀吓唬他，借他刘大20个胆子，他也不敢上你的床。妙啊，姐夫你太坏了，这招简直损到家了。
好，我这就回去买磨刀石。刘大儿，你给我等着。夫君这出主意便出主意，连气喘的都粗了呢。莫不是香儿的怀抱格外香软？绝无此事，为夫刚才那是被吓的。夫人明鉴啊！广陵的陈公曹，德华将军派你来此，所为何事？皇叔，我家主公有一灭国大计，欲与皇叔共谋。这江东孙氏已立3世，孙权小肚鸡肠，屡次欲害皇叔性命。如今他在合肥兴败，国内空虚，我家主公已联络胶州士燮、百越余部，加上合肥的张辽，只要皇叔肯点头出兵，我们5家联军四面出击，旬月之内必能将江东踏平。届时，这江东的大好河山，我们平分天下。听到平分江东4个字，刘备的双眼猛地爆发出一阵贪婪的光芒，心脏狂跳不止。刘备深知孙权屡次设局杀他，若能趁此机会将其覆灭，吞并江东，他的实力将瞬间膨胀数倍。平分江东，这诱惑太大了。可是孔明军师在隆中对里再三强调过，抗曹大计必须东和孙权。若我此时背刺孙权，不仅坏了军师的谋局，一旦孙权覆灭，我将独自面对曹操的100万大军。且虾仁此人野心极大，行事邪门，与他合作，无异于与虎谋皮。季弼先生此言差矣。备乃仁义之人，既以蒙吴国太昭为女婿，与孙权便是情境之好，岂能做出这等背信弃义之事？此事休要再提。皇叔，孙权屡次不下刀斧手要你的命，你却还在讲什么仁义？你这分明是害怕打破了诸葛孔明那可笑的隆中对。宋客，哼！陈角冷哼一声，拂袖而去。赵云看着陈角离去的背影，眼神复杂地看向刘备。陈角将刘备拒绝结盟的消息带回给虾仁。我就知道刘大耳这辈子都被诸葛亮的隆中对给诓死了，他没有那个破局的魄力和胆识。主公，既然刘备不肯出兵，那我们这5家分吴的计划岂不是要搁浅了？他不打，我们自己打。传令张辽和百越按原计划行事，继续在边境袭扰孙权。基于刘备，他马上就要为了他的仁义付出终生难忘的代价了，好戏就要开场了。嘿嘿，这孙尚香虽是个小丫头片子，但据说生得如花似玉。我刘玄德戎马半生，今日也算是老牛吃嫩草，享其人之福了。主公放心进去吧，云在此守护。姑爷，请随我来。这是在作甚？好叫姑爷知晓，我家小姐自幼喜刀剑，爱武艺，姑爷乃盖世英雄，想必不会在意这些小场面，请入洞房吧。我的个亲娘啊，这是洞房？这特么分明是屠宰场啊！孙权果然没死心，这是要借他妹妹的手把我剁成肉泥啊！这哪里是洞房花烛，这分明是阎罗地狱啊！姑爷跑了，给我抓回来！子龙救我！子龙救我啊！里面有埋伏，几百个悍妇要杀我，快跑啊！哼，还什么刘皇叔呢？连我姐夫的一根手指头都比不上，就这点胆子也想娶本姑娘，做你的春秋大梦去吧！哈哈哈哈！国太啊，被这日子没法过了啊！玄德，你这堂堂大汉皇叔，新婚燕尔的，哭成这般模样，成何体统？到底发生了何事啊？国太，您是不知道啊，昨夜被满心欢喜去入洞房，谁知院子里竟然坐着200个膀大腰圆的悍妇。这上香郡主确有尚武之风，但大婚之夜磨刀确实有些过于生猛。胡闹，简直是胡闹！这死丫头，老身让她招几个健硕的侍女姐们，她倒好，把新房弄成了军营了。这刘玄德好歹也是打过半辈子仗的诸侯，竟然被一群拿刀的丫头骗子吓成这样。玄德暂且宽心，老身这就去训斥他。不，国太好意，被心领了。被最近身体不适，虚不受补，需要静养。废物，全都是废物！宫进出的这是什么狗屁美人计？姑把亲妹妹和弟媳都陪进去了，结果呢？刘备那个老匹夫不仅没被杀掉，现在躲在国太府上装可怜，把姑的母亲哄得团团转。吴侯息怒了，太夫人护着他们，我们若是强行动手，只怕会引起内乱啊！姑管不了那么多了，传令给吕蒙和周泰，立刻调集3万精兵，暗中包围建业城。主公，我们在乔家安插的眼线来报，孙权已经彻底撕破脸了，城外兵马调动频繁，吕蒙的大军已经封锁了所有水路通道。主公，末将愿拼死杀出一条血路，护送主公与主母突围。
硬拼是下策。孙权布下了天罗地网，我们这800人硬冲就是活靶子。孙权以为封锁了城池就能困死我，他忘了再过半个月就是清明节。按照江东的习俗，吴国太每年清明必定会出城前往吴郡祭拜孙坚，这就是我们唯一也是最完美的逃生通道。夫君，其实母亲死去无郡，路途遥远，还请保重身体。你若少生些事端，老身的身体自然硬朗。起驾。带上最精锐的暗影卫，死死盯住虾仁，只要他敢离开太夫人的视线半步，立刻放响穿云箭，孤要调大军将他剁成肉泥。不好，有埋伏！难道是虾仁的接应兵马？太夫人受惊了，老臣不知。听闻太夫人出城祭祖，特率丹徒守军前来护驾慰劳，绝无惊扰之意啊！子商啊，你有心了，但你这阵势也太吓人了，快让你的兵马退开，别挡了老身的路。是，老臣这就让他们让开。虾仁不见了，虾仁跑了，快放穿云箭！玄德，姑把亲妹妹都嫁给了你，你却占据姑的荆州，抵赖不还，这天下难道还有这等强盗道理？吴侯息怒，荆州之事，孔明军师与柳肃大人早有借据在先，待被取得西川，自然会将荆州双手奉还。笑话！你若一辈子不入西川，姑岂不是要等你到老死？京备的荆州不到3月，尚未筹足粮草兵马，如何去攻那险峻的西川？还请吴侯再宽限些时日，切莫伤了两家和气。既然你死皮赖脸要抵赖，那就休怪姑不顾亲戚情面了。今日你若不交出荆州，就休想活着走出这扇大门。来人，给我拿下！谁敢伤我主公？哎呦喂，这大白天的，吴侯和玄德公都在呢，怎么动起刀枪来了？莫不是在切磋武艺？孙十万，你这脾气也太沉不住气了。不过这倒是个好机会，刘备要是死在这儿，我的大戏还怎么唱？今天这救命之恩，我虾仁可是要让刘备拿补血来还的。主公不可硬来，那陆子陵武力通天，加上长坂坡杀神赵子龙这2大绝世猛将联手，即便我们有1000人，恐怕也留不住他们。若真动起手来，主公的安危也难保啊！瞎德华，又是你这狗贼坏姑的好事，只要有你在，姑的计划处处受制。可恶啊！哼，我们走。今日若非德华与子陵将军及时赶到，备与子龙性命休矣，大恩大德，没齿难忘。皇叔哪里话，唇亡齿寒的道理我还是懂的。我们现在可是一条绳上的蚂蚱啊！德华啊，也虽有经世之才，但性格过于刚直，多以意气用事，此乃创业之大忌啊！愿听皇叔教诲。大丈夫行于乱世，当三思而后行。成大事者，必须懂得隐忍与取舍。只要能成就霸业，该舍弃的东西，便要毫不犹豫地立刻舍弃，绝不可有半点妇人之仁，此方为帝王之道。好一个成大事者必有取舍，不愧是动不动就抛妻弃子跑路的大耳贼！你在这跟我讲厚黑学是吧？行，老子这就拿你最软的软肋来看看你到底能取舍到什么地步。皇叔这番舍弃之道真是令人受教。那敢问皇叔，若是您那在长坂坡大难不死的结发妻子千里迢迢来江东寻您，您也会将她舍弃吗？德华将军，您莫不是在开玩笑？2位主母，一个病逝，一个在长坂坡，为了不拖累末将，投枯井自尽了。末将亲眼所见。德华，你此话何意？莫非你见过与我亡妻相似之人？不是相似之人，就是糜桓糜夫人本人，她没死。紧接着，虾仁用平淡的语气将糜夫人如何砸中井底的乞丐保命，如何摔断了腿，又是如何历经千辛万苦流落江东，最后被自己偶遇救下的过程，原本地说了一遍。听着妻子千里寻夫的惨状，赵云眼眶通红，虎目含泪。主公，主母竟然尚在人间，还受了这么多苦，末将这就随德华将军去接主母，誓死护主母周全。等等，不能去认。孙权刚刚才派兵围杀我，
他正愁找不到理由扣押我。如果我现在去认领糜夫人，孙权立刻就会以隐瞒婚事、欺君骗婚的罪名，名正言顺地将我下狱问斩，甚至连吴国太都保不住我。更可怕的是，糜夫人一旦暴露，必定会成为孙权手中要挟我交出荆州的最强筹码。子龙不能去。主公，为何啊？那是主母啊。德华，皇叔，您这是做什么？备如今身陷囹圄，危机四伏。若此时接回夫人，不仅被性命不保，夫人亦会落入孙权这等虎狼之手，生不如死啊！备今日后言将结发妻子托付给德华，求德华替我照看夫人，待德华寻得脱身之机，务必将夫人带回广陵。若能如此，刘备此生此世结草衔环，必报德华之大恩。刘大耳啊，刘大耳，你刚才不还教我取舍之道吗？这报应来得真快啊！你自己不敢认老婆，求着我帮你养。行，这今天的人情债你算是彻底欠下了。以后在三国，我看你刘备在我虾人面前还怎么抬得起头？皇叔放心，既然皇叔有此托付，家某定当护糜夫人周全，绝不让她受半点委屈。太夫人不好了！方才吴侯带着蒋钦、周泰2位将军，率领1000甲兵包围了西苑，拔剑要杀新姑爷刘皇叔啊！什么？孙仲谋这个逆子，竟然敢带兵来老身的宅院里杀老身的女婿！他眼里还有没有我这个母亲？来人，抄家伙，跟老身去吴侯官邸！今日不把孙仲谋那小的腿打折，老身就不姓吴。主公，大事不好了！太夫人提着拐杖杀过来了，见人就打，根本拦不住啊！什么？话音未落，吴国太已经带着孙尚香和一群家丁，犹如推土机般冲进了庭院。太夫人息怒，滚开！我不行了，我晕了。快掩护姑，姑要去城外军营视察军务。孙小姐，备有一事相求。哼，你这窝囊废来找我，能有什么好事？备深知配不上小姐青春年华，备此来是想与小姐签订一份君子协议。哦，什么协议？只要在重要的公开场合，比如面见吴国太时，小姐能以妻子的身份与我一同出席，逢场作戏，保我平安。待我寻得良机离开江东，便立刻与小姐退婚，还小姐自由之身。在此期间，备绝不敢对小姐有半点非分之想。好，这可是你说的。要是你敢反悔或者敢碰我一下，本姑娘定把你剁成肉泥。成交。好个家德华，屡次坏姑的好事，甘宁不再建业，张超他们也被太夫人吓怕了，姑绝不能再让他活下去。主公，属下愿为分忧。建业城东有一条极其繁华的方式，下人的徐家酒楼就开在那里。属下可带兵以查凶杀案为由，包围整条方式，将虾人就地可杀。事成之后，那日进斗金的酒楼，主公亦可收入囊中。好，潘璋听令，姑给你8000兵马，务必将虾人和徐灵基给姑拿下，死活不论。虾人，你涉嫌城中命案，立刻滚出来，束手就擒，否则本将今日便踏平你这酒楼。主公，潘璋带了8000人，这是要下死手了。末将愿死战突围，为主公和主母杀出一条血路。不可，8000人，我们只有几十个禁卫，若是硬拼，我们或许能走，但灵基和糜夫人绝无生还的可能。夫君，卦象显示今日主凶，但若撑到辰时，则有逢凶化吉之象。辰时还有大半个时辰，我们如何撑得住？若潘璋强攻，这木质酒楼瞬间就会被攻破。既然潘璋想强攻，那我们就不给他强攻的机会。夫君，妾身有一计，可拖延至辰时。何计？别火烧了这座酒楼。烧了酒楼？要知道，这座徐家酒楼日进斗金，是徐灵基半生心血的结晶，是建业城最奢华的标志。这等同于把一座金山硬生生付之一炬啊！夫人，你可知你在说什么？这可是你的命根子啊！区区身外之物，何足挂齿？只要夫君人在，妾身将来能为你召回10座、100座这样的酒楼，放火燃起冲天浓烟，引得全城围观，让吴国太和孙尚香看到，潘璋便不敢再轻举妄动。听到没有？去后院准备放火，老子今天就陪夫人疯一把。敬酒不期7罚9，来人，给本将冲进去，乱刀砍死。上千名江东士兵举着盾牌和长矛，犹如潮水般涌向酒楼大门。就在他们即将撞开大门的瞬间，一股极其恐怖的火光，伴随着浓重的黑烟，猛地从酒楼的1楼大厅和4周的柱子上冲天而起。原来虾仁和陆况已经将酒楼里储备的烈酒和火油
全部泼洒在了木质结构的四周。仅仅不到10秒钟，这座建业城最豪华的3层木楼瞬间化作了一片火海，炽热的热浪犹如猛兽般扑面而来。疯了，他们疯了，竟然自己放火烧楼！冲天的黑烟犹如一根巨大的黑色柱子，直插建业城的云霄。整个建业城瞬间被这惊世骇俗的火光彻底震动。我的天哪！本公子在徐家酒楼冲的白金贵宾呀，全烧没了。是潘璋，一定是他抓不到夏太守，恼羞成怒，放火烧楼，断了咱们的口腹之欲，砸了咱们的场子。干死他，给他点颜色看看。谁敢袭击朝廷命官？话音未落，迎接他的是漫天飞舞的臭鸡蛋、烂菜叶，甚至还有半块搬砖。那些愤怒的公子哥带着家丁，仗着家族势力，根本不惧怕潘璋的兵马。别炸了，不是我放的火，是他们自己烧的。嘿，谁信你的鬼话？自己烧自己千万家产，你当大家是傻子吗？砸死他！潘璋小儿竟敢烧死老身的女儿和女婿，老身今日非剥了他的皮不可。就在这时，废墟后方的暗巷里，几道人影跌跌撞撞地走了出来，正是通过排水暗道成功逃生的虾仁、徐灵基、陆况以及被搀扶着的糜夫人。母亲，快看，姐夫和嫂子没死，他们出来了！众人急忙围上前去。吴国泰拉着徐灵基的手，心疼的老泪纵横。刘备和赵云的目光却在瞬间死死锁定了徐灵基身后那个衣衫褴褛的妇人。糜罕，真的是他，他真的活着逃到了江东。主，虾仁眼疾手快，猛地咳嗽了一声，用极其严厉的眼神狠狠瞪了赵云一眼，生生把赵云的主母2字逼回了肚子里。就在这诡异的时刻，接到镜头，孙权在周泰等人的护卫下，气急败坏地赶到了现场。当看到酒楼被烧成废墟，而虾仁不仅没死，还被吴国泰等人护在中央时，孙权的肺都要气炸了。废物，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蠢材，姑让你抓人，谁让你放火烧楼的？这下人没抓到，连姑看上的酒楼也没了。主公明鉴啊，真不是属下放的火，是他们自己烧的。孙权是个极其敏锐的人，他刚才清晰地捕捉到了刘备在看到这个妇人时，眼神中那一闪而过的震动与慌乱。为何刘备看他的眼神如此复杂？这其中必有猫腻。若能借此人做文章，定能将刘备死死拿捏。德华案，这位夫人看着眼生得很。方才姑瞧见玄德公看他的眼神颇为熟人，莫非玄德公与这位夫人相识？糜夫人吓得脸色惨白，她深知一旦暴露身份，夫君刘备必将被孙权以欺君骗婚之罪下狱，荆州也将不保。她紧咬嘴唇，为了刘备的大业，她甚至已经做好了撞墙自尽的准备。吴侯说笑了，备并不认识这位夫人。撒谎！你若不识，为何刚才满脸惊容？此妇人形迹可疑，姑怀疑她是曹军细作。来人，将这妇人和刘备一并拿下，严加拷问。就在这生死存亡的极致危局之中，虾仁直接挡在了糜夫人身前。虾仁，你在干什么？吴侯，你这是做甚？什么曹军细作，什么刘备相识？你别在这儿乱泼脏水了。这位是我虾仁还没过门的结发原配妻子桓夫人。你胡说八道！你明明已经娶了我一妹徐灵基为正妻，哪里又冒出来一个结发原配？我与桓儿早有婚约，他听闻我来江东赴任，千里寻夫，不慎摔断了腿。我感念其深情，便将他接来养伤。今日大火，君死护着我的爱妻，他只怕已葬身火海了。怎么，我虾仁堂堂广陵太守，那个妾难道还要向吴侯请示吗？哎呀，千里寻夫，真乃真烈女子。德华也是个有情有义的汉子。母亲说的极是，夫君重情重义，灵基岂是善妒之人？今日便由母亲做主。好，既然如此，老身便做主了。德华与灵基成婚在先，灵基为正妻，这位桓夫人便做个测试，谁也不许再有异议。桓儿，谢太夫人成全。哈哈哈哈！想抓我的把柄，下辈子吧。刘大耳，你的老婆现在合法归我了，这顶绿帽子，你就算憋屈死，也得给我老老实实戴好。德华案，徐家酒楼不幸走水，孤深感痛心。你与灵基如今无处落脚，不如姑在城中划出一片上好的地段，拨去自为你加盖一座太守府邸，如何？孙权此言一出，看似大方，实则是极其狠毒的画地为牢之计。一旦虾仁搬进去，那府邸周围必然全是孙权的眼线和暗哨，插翅难飞。多谢吴侯美意，不过建房子太慢了，我这个人怕麻烦。那德华打算住在何处？这还不好办，我与玄德公都是上门女婿，也就是连襟。我决定了，带着家眷搬去刘皇叔的豪宅里同住，大家挤一挤，热闹。你特么抢了我老婆，还要搬到我家来住，这是要骑在老子头上拉屎啊！刘备深知虾仁身边有陆况这等绝世猛将，有他们同住，孙权绝不敢轻易派兵来暗杀。为了保命，刘备只能强行咽下这口恶气。呵呵，德华说得对，备求之不得。该死，虾仁加上刘备
还有陆况和赵瑜那2个门神，这4个人抱团取暖，姑就算派3000人去强攻，也未必留得住他们。看来在城内是杀不成了，只能等清明节出城时再动手。半个月后，清明节至，周泰、吕范，姑给你们5000最精锐的轻骑兵，远远地跟在车队后面，寻找机会，哪怕是制造混乱，也要将虾仁和刘备给姑就地斩杀。记住，无论男女老幼，一个不留。末将遵命，绝不让此2人活着回到广陵。老臣不知，听闻太夫人路过，特在林中设下酒宴，劳军接风，还请太夫人到凉亭中歇息饮茶。子山有心了。2位将军，凉亭狭小，老臣在其他棚子里也备了酒水，这就派人引2位前去歇息。主公，这林中竹棚大有蹊跷，不仅遮挡视线，而且路线迂回曲折，若是敌军在此设伏，我们首尾不能相顾，极易被各个击破。不知乃是江东重臣，他若是奉孙权之命来杀我们，只需派重兵围剿即可，何必如此大费周章布下迷阵？我明白了，这迷阵不是为了杀我们，而是为了阻挡后面的追兵。布置此举是为了掩护夏德华逃跑，这老二竟然早就被虾人给收买。那我们该如何是好？静观其变，若是虾人能逃，必定会吸引追兵的注意力，我们正好趁乱脱离车队，奔赴江边。不知你搞什么鬼？吴侯命我们来截杀虾人和刘备，你弄这么多棚子挡路，我们上哪儿去找人？愚蠢无知，老夫一番苦心，竟被你们当成了驴肝肺。你们以为虾人和刘备是泥捏的吗？那赵子龙长坂坡7进7出，那陆旷神挺岭大战小霸王，就凭你们这几千人，在开阔地带能杀得了他们？那你设这破阵作甚？这叫分而化之。老夫用这迷阵将他们首尾隔绝，又在酒水里加了迷药，你们只需在此等候半个时辰，待他们酒醉昏迷，便可兵不血刃，瓮中捉鳖。老夫是为了保全你们的性命啊！哎呀，是末将有眼无珠，误会了子山先生的苦心。先生真乃神算也！一群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蠢货。等半个时辰后，虾人早就带着人跑到江边上了，你们就搁这儿慢慢等空气吧。德华，快走！老夫已经把周泰和吕范那2个蠢货忽悠住了，他们现在正傻乎乎的等着你们被迷药迷倒呢。子山先生，论演技，刘大耳都不如你，今天这出戏当即手工。别贫了，这迷阵顶多困住他们半个时辰，一旦他们发现上当，5000轻骑瞬间就会追杀上来。这里距离江边还有30里，你们千万要快啊！先生保重，到了广陵，我们再把酒言欢。全军听令，急行军，目标长江渡口。马蹄声碎，车轮滚滚，一行人犹如离弦之箭，消失在密林深处。幽平，这都快1个时辰了，就算是一头大象，也该被迷倒了吧？为何前面连一点动静都没有？布老儿说去前面看看，怎么一去不复返了？来人，给本将去前面的棚子里查探。大将军，前面的棚子全空了，不仅没有虾人的影子，连那几百辆马车都不见了，地上只有马蹄和车辙的痕迹，直奔江边去了。2人这才意识到，自己不仅被布置当猴耍了，甚至还像2个白痴一样，恭恭敬敬地给虾人的逃跑站岗放哨了整整1个时辰。不知老狗，你竟敢骗我！别骂了，他们带着女眷和马车，跑不快，追。若让他们逃过江，你我都得被主公满门抄斩。主公，江东轻骑速度太快，最多再有半炷香就能追上我们。不能停，冲过这道峡谷就是江边了。主公速走，这里交给我魏延。今日若放一个江东鼠辈过此峡谷，魏延提头来见。文长活着回来。哪里来的不知死活的狂徒，给本将踩成肉泥！吾乃广陵太守麾下大将，魏延为文长是也，受赐。休得猖狂！周泰来战你！
死吧！记住了，杀你者广陵魏延。周将军战死了，快撤！那妇人竟是刘备的结发原配，徐州糜家的糜华。主公不仅从孙权的眼皮子底下全身而退，竟然还悄无声息地把刘备的老婆给拐回来了。这等神鬼莫测的手段，简直令人不寒而栗。有了糜家这张底牌，主公在徐州的根基将坚如磐石。恭迎主公，主母凯旋。主公此番江东之行，犹如猛虎出闸，不仅全身而退，更为我广陵添了魏将军这等绝世猛将，实乃大幸。元龙先生辛苦了，走回太守府。今晚设宴，为文长将军和子山先生接风洗尘。主公，老臣曾在建业城外夸下海口，要将小女献于主公。今日老臣携家眷归附，特将小女炼尸带来，还望主公莫要嫌弃。小女炼尸见过太守大人。卧槽，老丈人，你来真的？这部炼尸长得也太顶了吧！不过这当着大老婆的面收小妾，搞不好今晚就要跪搓衣板了，这该如何是好？哎呀，好标致的妹妹，真是我见犹怜。夫君日理万机，身边正缺一个贴心的人伺候。子山先生的美意，妾身便替夫君做主意下了。选个吉日，便将妹妹迎进门，咱们府里也多些热闹。此言一出，不知大喜过望，连连作揖。布炼师更是羞得满脸通红，感激地看着徐灵姬。德勤长得美，智商高，还主动帮我收后宫，这三国老子没白穿。妾身多谢太守大人救命之恩，如今重返故土徐州，妾身别无所求，只愿在广陵安静休养，静待皇叔的消息。放心吧，你就在这儿安心住着，刘大耳这辈子都别想把你接回去了。宽敞的书房内，一巨大的地图平铺在桌案上。主公，孙权此次是动了真火，听闻他已拜吕蒙为大都督，集结了3万大军，随时可能渡江来攻。我军虽然连战连捷，但根基尚浅，若与江东死磕防守，恐怕会陷入泥潭啊。防守？元龙先生，你太保守了，在我的字典里从来没有防守这2个字。虾仁站起身，目光如炬地盯着那张天下大势图。元龙，你可知刘备的军师诸葛亮为他谋划的隆中对是何等格局？曹操占天时据中原，孙权占地利据江东，而刘备只要跨有荆益2州，待天下有变，霸业可成，汉室孔明的3分天下之计。好一个跨有荆益，好一个3分天下，这等气吞山河，算无一策的战略宏图，简直堪称神级谋略。而主公竟然将这等绝密洞若观火，这太可怕了。主公若真如孔明所谋，让刘备做大，这天下岂不是要被他们3家瓜分？那我广陵又当何以自处？孔明想3分天下，我偏要让他这局棋下不下去。元龙，你看，东北归曹操，西南归刘备。若我们能趁孙权立足未稳，出奇兵东占江东建业，把孙权赶去东南的蛮荒之地，我们便能雄踞东南繁华之地，与曹刘孙4分天下。妙啊，太妙了！主公这信守遗志，胜过100万雄师，胜过孔明10年苦思。臣等愚钝，今日方知主公有包藏宇宙之机，吞吐天地之志。臣等愿倾尽毕生心血，为主公谋划这4分天下之局，万死不辞。好，既然孙权急着送死，那我们就不防守了。传令魏延、陆况，我们要主动出击，偷袭建业。传孤军令，拜吕蒙为大都督，韩当为副将，召回徐盛、潘璋、陈吴等所有战将，集结5万大军，立刻筹措粮草，孤要御驾亲征，踏平广陵。末将领命。此战若不能将虾仁碎尸万段，末将提头来见。主公，孙权大军压境，来势汹汹。我军虽有2万精锐，但若死守广陵，战火必将波及城中百姓，毁了我军的商业根基。主公，末将以为防守乃是下策。既然孙权大军倾巢而出，建业必然空虚。末将请命率1万精兵，避开正面敌军，绕道偷袭建业老巢，活捉孙权家小。哈哈，不愧是历史上敢提出子午谷奇谋的魏大帝呀！这脑回路就是惊奇。不过我喜欢。好，文长此计正合我意。我不仅要偷袭建业，我还要拉人下水。元龙立刻以我广陵太守的名义，800里加急给曹丞相和合肥的张辽去信。主公英明，这便是围魏救赵之终极杀招，属下这就去办。
孤麾下猛将如云，斗志不减当年。待秋收之后，孤定要再下江南，踏平孙刘。主公，广陵下太守传来急信，孙权集结大军欲攻广陵，虾人不愿防守，竟欲出骑兵直捣建业，特来信请求主公，让合肥张辽出兵协同，夹击孙权。好一个夏德华！吴刚封他做太守，他不仅没被孙权吓尿，反倒张开血盆大口，要生分了江东。此子形显出奇，眼光毒辣，真乃绝世奇才。我看他竟有几分昔日国凤笑脸。主公竟将他比作凤笑，那这借兵之事，准！团令张文远全力配合虾人，孤当要看他虾人能不能把孙仲谋这江东之主给逼成丧家之犬。小妹，伯父让咱们来江南饭马，你可千万收敛些脾气。这里是广陵，太守虾人可是个连曹丞相都忌惮的狠角色，咱们千万别惹事。切，什么狠角色？中原的男人全都是些手无缚鸡之力的软脚虾，就算他虾人站在这儿，本小姐一鞭子也能抽得他跪地求饶。喂，你们这儿哪有吃饭的地方？快带本小姐去！你这西域来的野丫头，懂不懂规矩？撒手！敢骂我，找死！话音未落，马云禄双手猛地抓住路人甲的衣领，娇喝一声，竟然直接将一个100多斤的成年壮汉硬生生的举过了头顶。在路人甲惊恐的惨叫声中，马云禄狠狠一掷。小妹，你闯大祸了！这里是广陵，当街重伤百姓，那是重罪啊！广陵城防将军傅英率领着2排全副武装的士兵，迅速赶到现场，将马云禄和马岱团团包围。大胆狂徒，光天化日竟敢当街行凶，给我拿下，押回府衙大牢！想抓本小姐，就凭你们这些酒囊饭袋！悍妇休得猖狂，给我死来！面对马云禄那必杀的一枪，陆况竟然连兵器都没拔，极其霸道的伸出左手，化爪为前，一把死死抓住了枪身。在我广陵撒野，你算个什么东西？马云禄犹如一只断线的风筝，整个人倒飞出去3丈远。将军息怒，将军手下留情，我们是西凉马腾将军的家眷，小妹年幼无知，还望将军宽恕啊！你算什么男人，竟然欺负女人？有种带我去见你们那个什么太守，本小姐倒要看看这广陵城到底谁说了算。看什么看？我听说中原的猴子只有屁股是红的，没想到今天竟然见到个长着猴子屁股脸的怪物。本小姐想打人就打人，你这红皮猴子又能把本小姐怎样？此言一出，大堂内的差役们全都倒吸了一口冷气。这丫头是真不知道死字怎么写啊，居然敢当面辱骂主公麾下第一猛将魏延。我原以为伏波将军之后，西凉马家会有些家教，今日一看，真是大大出乎意料，简直与市井泼妇无异。你说谁是泼妇？红皮猴子，本小姐撕烂你的嘴！不知天高地厚，砰！马云禄感觉自己仿佛踢在了一根铁柱子上，整条腿瞬间麻木。还没等他反应过来，魏延已经闪身到了他背后，双手犹如铁钳般死死锁住了马云禄的咽喉和双臂。就这点花拳绣腿，也敢在广陵撒野？若非主公有令不斩使臣，老子现在就扭断你的脖子！马云禄被魏延像拎小鸡一样压制，疼得眼泪直打转，却死咬着嘴唇不肯认输。马岱赶紧上前拼命求情，魏延这才冷哼一声，将他甩开。这便是马腾的女儿，西凉的马，脾气倒是不小。你又是哪个葱？本小姐要见的是虾人，你滚开！这茶有些凉了。一杯温茶不偏不倚，精准无比地泼了马云禄满脸。马云禄的手腕被重重砸在坚硬的木案上，整条胳膊瞬间失去知觉。他震惊地睁开眼睛，发现张辽只用了一只左手，就像压着一只小鸡仔一样，将他死死按在了桌子上，接连被3大顶级高手按在地上摩擦。马云禄那引以为傲的武力值被彻底击碎，他终于感受到了一丝恐惧。范父马云禄当街行凶，打断百姓脊骨，暴力抗法，辱骂本郡大将，按大汉礼判给我打！大人饶命啊！80杖会打死人的。行刑！2名如狼似虎的行刑官立刻上前，将马云禄死死按在长凳上，极其粗壮的水火棍挂着风声，狠狠砸下。马云禄被打得皮开肉绽，却死死咬着牙不发出一声惨叫。但仅仅打了30杖，他便双眼一翻，彻底昏死过去。行了，一撞脉搏强劲有力，呼吸平稳，哪有半点将死之人的样子？这拙劣的演技，骗鬼呢！地上原本奄奄一息的马云禄，双眼猛地睁开，他身手极其敏捷，犹如闪电般冲向虾人，企图将其劫持。然而虾人快如幻影，拿着2根极长的银针，极其精准、极其狠辣地刺入了马云禄的腿。
给我跪下！你对我施了什么妖法？为什么我的腿不能动了？妖法，这叫医术。我早就猜到你这不服管教。既然你管不住自己的腿，到处惹是生非，那这双腿我就暂时替你没收了。你这卑鄙无耻的狗官！我大兄马超手握10万西凉铁骑，他若是知道你敢这么对我，定会将你这广陵城夷为平地，把你碎尸万段。马超10万铁骑，好怕怕哦！他怎么会知道呢？你这无耻之徒！等我出去，我一定要。你废话太多了，看来我不仅要没收你的腿，还得没收你这张嘴。虾仁从药箱中摸出一个小瓷瓶，极其隐蔽地将一点药粉弹入了马云禄旁边的水碗里。你就在这儿好好反省吧，趁着你现在还能说话，多骂2句，到了明天，你就算喊破喉咙，也发不出半点声音了。马云禄在黑暗中疯狂地咒骂着虾仁，骂得口干舌燥。看来这2天马小姐过得很充实，怎么不骂了？是觉得本太守的招待不够周到吗？马云禄拼命摇头，眼神中充满了哀求，嘴巴张得老大，却只能发出丝丝的极其微弱的悲鸣。虾仁见火候差不多了，从怀里掏出一颗药丸，捏开马云禄的下巴塞了进去。行了，说话吧。你这魔鬼！看来哑巴药的剂量还是给少了。别再毒哑我知错了，求太守大人开恩。虾仁满意地点了点头，知错就好，趴下吧。30丈的伤口再不处理，血肉和衣裤就要彻底粘连腐烂了。不用你看，你走，我自己会好。随便你，不过我作为大夫，有义务提醒你，这受了杖刑之后，若是没有良医及时将屁股上的淤血排出，不仅伤口会溃烂化脓，最终落下残疾。更可怕的是，因为淤血和色素的极度沉积，你受伤的那块皮肤最终会变成一块黑漆漆的、长满黑毛的猪皮。这句长满黑毛的猪皮，犹如一颗核弹在马云禄的脑海中轰然引爆。不，我不要变成猪皮，我不要长黑毛。太守大人，求你给我治伤，只要不变成猪皮，我什么都听你的。我堂堂西凉刺史之女，金枝玉叶，竟然在一个陌生男人面前如此受辱，我的清白全毁了。若传回西凉，我还有何颜面苟活于世？你看了我的身子，你娶了我吧，只要你娶了我，我便是你的女人，你想怎么看便怎么看，否则我宁可一头撞死，也绝不苟活。这西凉女人的脑回路是什么构造？刚才还要杀我，现在被我看了一眼屁股就要逼婚，这要是带回太守府，我家里还不得天天鸡飞狗跳？不行，这烂桃花必须斩断。娶你，马小姐，你想的未免也太美了。马云禄愣住了。我虾仁娶妻有3不娶：第一，有性格缺陷、跋扈无礼者；第二，无情无义、不知敬畏者，不娶；第三，无才无德、只会惹是生非者，不娶。你看看你自己，你占了哪一条？我那正妻徐灵姬，运筹帷幄，能助我破局，温柔贤淑，能替我操持后宅。你呢？除了会拿鞭子抽人，你连给他提鞋都不配。娶你，我怕折寿。这一番劈头盖脸的降维打击，犹如万箭穿心。这一刻，他是真的被虾仁这拔枪无情的绝世枭雄气场所彻底征服了。皇叔，再饮一杯嘛，这可是吴豪特意为您寻来的西域美酒呢。哈哈哈，好好好，我刘玄德戎马半生，漂泊不定，想不到到了这天命之年，竟能在江东过上这等神仙般的日子，值了啊！皇叔哪里老了？皇叔龙精虎猛，妾身昨夜可是受用的很呢。砰的一声，客房的大门被赵云一脚踹开。主公，刘备被打扰了兴致，脸色有些不悦，皱着眉头看向赵云。子龙何事如此惊慌？没看到备正在歇息吗？都给我滚出去！主公，军师有急信，曹操为报赤壁之仇，已起大军50万，正欲南下荆州。荆州危在旦夕，主公竟然还沉溺于这温柔乡中，忘了匡扶汉室的大业了吗？不好，我险些中了孙权这消磨我意志的毒计。荆州若失，我刘备便彻底成了无根之萍，只能任人宰割，必须走，立刻就走。子龙，传令下去，收拾行装。主公英明，可是孙权耳目众多，城门守卫森严，我们如何出城？解铃还须系铃人，孙权用妹妹来困我，那我就借他妹妹的车驾，闯出这建业城。走，随我去见孙尚香。刘备来到庭院内，孙尚香正穿着一身火红的戎装。孙小姐，备此来是想请小姐兑现当初的君子协议。曹操大军南下，荆州危在旦夕，备必须立刻离开江东，还请小姐相助，借国泰的车驾掩护备出城。事成之后，你我立刻退婚，还小姐自由。此话当真？你只要出了城，就立刻写退婚文书。若为此事，天诛地灭。好，
痛快！来人，去将母亲的车辇套上马，就说本郡主要陪皇叔去江边望乡祭祖。我看哪个不长眼的敢拦本姑娘的路！主公，大事不好了！刘备骗国太说要去江边祭祖，诱骗郡主为他作保，如今已经出了建业城，往荆州方向逃了。你说什么？刘备跑了？废物！城门的守卫都是死人吗？姑不是让徐盛和程武在半路设卡拦截了吗？他们为何不拦？徐将军他们拦了，可是郡主亲自出面将他们痛骂了一顿。郡主身份尊贵，又有国泰的马车，他们不敢动手啊！好，你个孙尚香，你竟敢胳膊肘往外拐，联合外人来对付你的亲哥哥。既然你不仁，就休怪姑无义。党姑霸业者，就算是亲妹妹也得死。程老将军，你去追上他们之后，先斩郡主，再杀刘备，一个都不许放过。主公，那可是您的亲妹妹啊！去，姑的命令，你敢抗命吗？当程普传达了孙权先斩郡主，再杀刘备的丧心病狂之令时，徐盛和陈武这两位铁骨铮铮的汉子，全都倒吸了一口冷气，默默地低下了头。我虽有心立功，但我不想用斩杀郡主的恶名来换取这功劳，这剑我不接。我也不愿，大不了回去受罚便是。乱世之中，哪有这许多妇人之仁？既然诸位将军不愿取此不是之功，那我潘璋就绝之不恭了。徐将军、陈将军，借你们的兵马一用，专军听令，随我追杀刘备，阻拦者格杀无论。报皇叔，郡主后方潘璋率领6000精骑，距离我们已经不足10里了。他们逢人便杀，来势极快啊！什么6000精骑？这如何挡得住啊？慌什么？不就是一个潘璋吗？皇叔，你带着大队人马先走，我与子龙将军留下来断后。我看他潘璋敢不敢动我一根汗毛。潘璋，你好大的狗胆！见了本郡主还不下马磕头？你带兵追杀本郡主，是要造反吗？郡主末将奉吴侯亲命，特来取你与刘备的项上人头。你说什么？我二哥要杀我？哼！大胆狂徒，竟敢对郡主无礼！哼！小兰，潘璋狗贼，我要你的命！哼！给我杀，一个不留，全部杀光！6000名江东铁骑发出震天的战吼，犹如决堤的洪水，朝着孙尚香这区200人的单薄防线疯狂涌来。200名女兵虽然拼死抵抗，但在钢铁洪流面前犹如螳臂当车，瞬间被撞飞、砍杀，惨叫声撕裂了天空。孙尚香长枪狂舞，浑身浴血，连续挑落数名骑兵，但很快便被几十名重甲骑兵死围在中央，长枪如林，眼看就要被乱刀分尸。二哥，你真狠啊！常山赵子龙在此，谁敢伤我家主母？刘备看着空荡荡的江面，绝望的仰天长叹。江面上连一叶扁舟都没有，终究是提前逃出，坏了孔明军师的接应之计。我刘备今日要死在此地了啊！主公，休说丧气话。东方有一片茂密的山林，追兵骑马进不去，我们速骑马进山，或许还有一线生机。刘备正在林间奔跑，突然出现数千名装备极其精良的甲士，将刘备等人团团包围，保护主公。哈哈哈哈！魏延、文长将军，是你竟然在这里接应备？哟，这不是仁义无双的刘皇叔吗？怎么被追杀的跟丧家之犬一样逃到这里来了？莫非皇叔放着建业的大路不走，也与我魏延一般有钻草丛的癖好？魏延这贼子投了下人，如今竟然敢当众如此折辱于我。若在荆州，我必杀他。可如今我寄人篱下，命悬一线，我忍。文长见笑了，正是被潘璋6000追兵所迫，才逃遁至此啊！哈哈哈哈！刘大耳，诸葛村夫，当初你们当众骂老子脑后有反骨，要杀老子的时候是何等嚣张？今天老子不仅不认你这个主公，还要当面踩你的脸，这回旋镖的滋味爽不？潘璋有6000人，很好，这建业老子正愁没见面礼呢。皇叔请往后站，看我广陵军如何杀敌。大耳贼，看你往哪跑！看到刘备身前的魏延，潘璋大惊失色。不好，大耳贼竟然有伏兵，怪这！潘璋刚转身想跑，就被一箭射死。皇叔，江边有我广陵的小船，你自去逃命吧。走，带着这份大礼，咱们去给孙权贺喜，进军建业。
太守大人，只要您能免去小妹的刑罚，放我们回西凉，我马但愿做任何事，求大人法外开恩啊！你以为你是谁？求2句我就放人，犯了我的法就得给我打工还债。正好陈登他们要去打吴郡，你这西凉骑兵将领可是个免费的顶级劳动力。好，我正准备发兵攻打吴郡，你替我统领义军，只要打下吴郡，我便免了马云禄的罪，放你们回西凉。做还是不做？做，我马岱一言九鼎，并助大人拿下吴郡。你又来干什么？马岱已经答应替我打吴郡了，为了不让你变成长黑毛的猪皮，今天给你上最后一次药。趴好，把衣服往下拉拉。啊，你要干什么？怎么回事？为什么会这么舒服？他的手好暖，这个男人明明那么狠毒，可是他认真治病的样子，为什么这么好看？行了，过2天就能下床了，多活动活动气血。主公这是何意？大军出征，饮酒怎能不进？这兆头不好啊！诸位兄弟，我留下这半碗酒不喝，是因为这剩下的半碗，我要留到打下建业，坐在孙权的官邸里，与诸位一起痛饮。留下半碗，是取建业，是取建业。公佑，县河不必担忧，我已留下3个锦囊妙计给子龙。算10日，年终之时，主公必能安然无恙地带着孙夫人风风光光地返回荆州。我诸葛亮算无一策，你们把心放在肚子里便是。京师，2位先生，主公和子龙将军回来了，就在城外。什么？清明刚过就回来了？孙夫人呢？主公，到底发生了何变故？为何不见孙夫人同行？军师有所不知啊，孙权为了杀我，倾国之兵围剿，被走投无路。好在江边恰巧遇到了带兵偷袭江东的魏延，若非他出手相救，借我小船，被与子龙已死无葬身之地了。魏延，他投靠了谁？能指挥魏延偷袭江东的，只有广陵的虾仁。这2个我最看不起、最无法掌控的人，竟然联手了，而且还反将了我义军。主公勿忧，魏延孤军深入，不足畏惧，故意派潘璋将军率6000精袭在外，只要潘璋一回，内外夹击，定叫魏延死无葬身之地。孙权小儿听好了，你那废物大将潘璋已被我家魏延将军一枪捅了个透心凉，6000精骑全军覆没，人头在此，速开城投降！天哪，真的是潘将军，6000精骑全完了，刘备也跑了，这建业城守不住了。吴侯这不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输的底裤都没了。大夫，我儿这病到底能不能治好啊？吴侯这是急火攻心，煞气入体，引发了严重的头痛隐疾。此病世上只有3人能治，一是神医华佗，二是医圣张仲景，但这2人皆行踪不定，难以寻觅。那第3人是谁？这第3人便是如今名震天下的广陵太守夏德华，他曾以神医之名治好了陈登大人必死之绝症。太夫人若能请他出手，吴侯此病定能药到病除。让我去求那个把我害得这么惨，抢我老婆夺我兵权的死敌治病，还不如杀了我。虾仁，孤是杀戮。报主公，合肥张辽率15000精锐已攻破当涂，正朝建业杀来。报陈登率大将傅同、马岱已成功登陆，攻破了5郡。报胶州此时失血联合2万山岳保民，已攻陷数座县城，正朝豫章逼近。这才几天时间，原本坚不可摧的江东，竟这么快被魏延、张辽、陈登山岳4路大军包围了。众卿，谁能救我江东？谁有退敌之策？主公，四面围城，建业已成死局，为今之计，只有迁都豫章，与周大都督合兵一处，方有一线生机。放弃祖宗基业，弃城逃跑。他说过，只要我立下战功，就能成为真正的女将军。夏德华，你等着，我马云禄早晚有一天要让你刮目相看。瞎了你们的狗眼，几个破石头也敢拿来碰瓷本姑娘，我今天非打断你们的狗腿不可。雷哟，女侠饶命，我们再也不敢了。住手！大胆狂徒，光天化日竟敢当街行凶，你可知这里是广陵，容不得你放肆！来人，给我拿下！你算老几啊？他们是骗子，我才打的。你不抓贼，反倒来抓我，你这臭花瓶，我看你是欠揍！找死！这2人都是马上长大的，打起架来毫无顾忌。你踹我一脚，我薅你一把头发，竟然在地上滚作一团，互相飙着极其难听的垃圾话。就在2人打得不可开交、满地打滚之时，都给我住手！嫂子，你可算来了！这个臭花瓶欺负我，属下参见夫人。马将军，既然香儿说是这3人破瓷在先，你身为治安官，理应先查明物证再行抓捕，去把这3人的假货铺子抄了，依法办理。属下遵命。徐灵基将孙尚香接上马车，
好啊，你这个……我姐夫对你那么好，你居然在大庭广众之下对那个又老又丑的刘备眉目传情，你是不是想给我姐夫戴绿帽子？郡主，你误会了，香儿休要胡闹，这位不是什么皇夫人，她正是刘皇叔在长坂坡走散的结发妻子糜夫人。你姐夫当初为了从孙权手里保下她的命，才故意宣称是自己原配的啊！孙尚香听完真相，整个人如遭雷击，尴尬的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羞愧的低下了头，连连向糜夫人道歉。呵呵，这酒里加了料吧，小姐，你一直用扇子遮着脸做甚？难道是怕我吃了你？妾身怕惊了太守大人的眼。我连千军万马都不怕，还能怕你惊了我的眼？让我看看。两人四目相对，仅仅看了一眼，虾仁脸上的邪笑瞬间凝固，瞳孔由于极度的惊恐而瞬间缩小到了针尖大小。只见布列师原本清丽绝俗的脸蛋煞白的，唯独那张小嘴涂得犹如刚吃了死孩子一样的猩红，在昏暗摇曳的烛光下，这哪里是什么绝色美人，这特么分明就是一个来索命的贞子。卧槽，鬼呀！虾仁连滚带爬地冲出内堂，仿佛身后有恶鬼追命，留下布列师顶着个女鬼装，在风中凌乱，委屈得直掉眼泪。另一边，丫鬟东乡抱着虾仁之前提纯好的高纯度烈性药酒路过庭院，被馋酒的孙尚香拦下。孙尚香、徐灵姬和糜夫人三人好奇心起，硬是把那一坛子极烈的药酒当果酒给分喝了。三个女人根本不胜酒力。没过一会儿，孙尚香就满脸通红，扑通一声醉倒在桌上，呼呼大睡。徐灵姬也觉得天旋地转，被东乡扶进了偏房休息，直接昏睡了过去。庭院里只剩下同样醉得不省人事的糜夫人，丫鬟东乡自己也偷喝了2口，头晕目眩，四肢发软。她看着醉倒的糜夫人，迷迷糊糊的想要把她扶回客房。哎呀，夫人好重，客房在哪儿来着？好像是这间。晕头转向的东乡稀里糊涂地将不省人事的糜夫人重重地扔在了那张原本属于虾仁和徐灵姬的婚床上，甚至还贴心地帮她盖好了被子，随后自己也摇摇晃晃地跑去睡觉了。半个时辰后，虾仁被女鬼装吓得逃回太守府，他在布家喝的那几杯虎鞭酒的药力此刻彻底发作了。虾仁只觉得浑身燥热难耐，双眼发红，脑子里只剩下一个念头：夫人，我回来了！卧槽卧槽卧槽，这他妈是什么情况？为什么糜夫人会在我的床上？老子昨晚折腾了一夜的女人，竟然是刘备的老婆！完了完了，曹贼竟是我自己！这要是被灵姬知道了，还不得活劈了我！夫人，我昨晚喝多了，我以为是灵姬，我真不知道是你啊！你出去！完了完了，奴婢昨晚喝醉了，把糜夫人背错了房间，大人饶命，夫人饶命啊！虾仁尴尬的恨不得用脚趾在地上抠出个3室1厅，低着头根本不敢看徐灵姬的眼睛。然而，面对丈夫睡了别人的绝大乌龙，徐灵姬却展现出了极其恐怖的正宫气场与情绪稳定能力。夫君还处在这里作甚？还不快出去梳洗！这里交给我。姐姐莫哭，昨夜这事全是东乡这死丫头贪杯误事，加上夫君被灌了药酒，阴差阳错，实非她本意。姐姐若是觉得受了委屈，名节受损，灵姬这便做主，让夫君写信给刘皇叔言明原委，让皇叔与姐姐和离，姐姐便名正言顺的入我太守府，如何？不，此事若传出去，皇叔颜面何存？我糜家又将如何自处？我不怪太守大人，他数次救我于水火，妾身只当是报恩了。看着徐灵姬的大度与虾仁此前的君子做派，糜夫人绝望的内心竟然生出了一丝极其复杂的情愫，那是一种连她自己都不敢承认的依赖与心动。姐夫，凭什么他一个臭花瓶都能领兵打仗，穿这么好看的铠甲？我也要当女将军，我也要当官。你当这是郭家家呢？将军是靠战功打出来的。我不听！你要是不给我个官当，我就天天去嫂子面前告你的黑状。行，服了你了！广陵现在正缺个管治安的城防校尉，这职位给你了，但有试用期，3个月内若是城里出了大乱子，立刻给我卷铺盖走人。好耶，本郡主也是校尉了，马云禄你给我等着，我早晚比你官大。茂密的山林中，树冠遮天蔽日，马云禄骑在马上，眉头皱得很紧。主母啊，这方向不对啊，咱们这是往建业的方向走，不是去丹徒啊，再往前走就要一头扎进吕蒙大军的巡逻防区了。闭嘴！谁是你主母？本将军说路没错就没错，跟着我走。就在这时，马云禄一行人撞上巡逻的江东师长。站住！你们是哪路兵马，竟敢擅闯我大都督吕蒙的防区？瞎了你们的狗眼，连本姑娘都不认识了。我乃乌程侯孙坚之女，当今吴侯的亲妹妹孙尚香是也。你们几个不长眼的东西，敢拦我的路！郡主，
可属下听闻郡主乃是江南女子，为何您的容貌有些似胡人？放肆！你个没见识的村夫！吴侯孙权闭眼自然，难道他也是胡人？我家郡主天生异禀，你敢非议主公和郡主的容貌，是不是活腻了？郡主恕罪，小人有眼无珠，小人该死。行了，少废话！我奉我二哥的密令来视察吕蒙的防务，你们这巡逻是怎么安排的？吕蒙大军现在到底在哪儿？回郡主，大都督吕蒙为了解建业之围，已经下令今夜子时全军撤退，他只留了500人在老营里点火把做义兵，大军已经悄悄顺着这条道往后撤了。原来如此，吕蒙撤军，这等机密你们几个知道的太多了。郡主，您这是何意？马云禄眼神瞬间变得无比冷酷。何意？送你们上路的意，动手，一个不留。短短几个呼吸，10几个江东游兵便被斩尽杀绝。主母，不是马将军，厉害呀！咱们现在该怎么办？要把这情报送回去给陆况将军吗？送什么情报？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兵书上说，击溃撤退之敌，必须攻其心理。江东兵现在最怕谁？最怕合肥的张辽。对，传我将令，立刻去树林里多砍树枝，用布皮给我画上张字大旗。今夜，本姑娘要打着张辽的旗号，亲自去劫营，把吕蒙的5万大军吓成死狗。前方为何停止行军？大都督，前方道路被一名小将给拦住了，而且那小将身后竖着一面写着张字的大旗。听到张字大旗，经历过合肥之战惨败的吕蒙，只觉得头皮一阵发麻，一股冰凉的寒意从尾椎骨直冲后脑勺。什么？张辽的兵马怎么会跑到这儿来？随我上前查看。装神弄鬼！我管你是不是张辽的人，敢挡大军去路，死来！副将甲犹如一头疯牛般拍马冲向马云禄。面对这势大力沉的冲锋，马云禄眼中没有丝毫波动，他极其冷静的双腿一夹马腹，马瞬间启动。副将甲惨叫一声，鲜血狂喷，直接在落马下1个回合当场毙命。什么？一合斩我副将？妖女休狂，收策！面对这狂暴的重兵器冲锋，马云禄这次连枪都没动，他极其从容地将长枪挂在马鞍上，反手取下背上的梁弓，弯弓搭箭。副将乙的尸体重重地砸在地上，激起一片尘土，瞬息之间连斩2将，而且都是极其干净利落的秒杀。整个江东5万大军瞬间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所有人看向马云禄的眼神已经从轻视变成了极度的恐惧。我乃张辽将军麾下副将，还有谁敢来送死？马云禄说罢，猛地一挥手，放箭！有埋伏，张辽的大军杀来了，快跑啊！不要乱，这是敌人的疑兵之计，稳住阵型。然而，在这极其狭窄、黑暗的峡谷中，一旦恐惧蔓延，就如同雪崩一般，再也无法阻挡。子陵将军、吕蒙和丁奉的残兵败将已经被马将军赶进了这条死谷，他们在谷内安营扎寨。咱们只要冲进去，定能将他们一网打尽。主公在兵法简要中曾再三告诫：逢林莫入，逢谷莫追。这峡谷地形狭窄，易守难攻，若是强冲，我军必然死伤惨重。子陵将军何须强攻？你看这漫山遍野的枯枝败叶，如今正值秋高气爽，加上今日刮的又是东南风，正对着谷内，我们何不送给吕蒙一把天火？妙计！传我将令，全军立刻散开。沿着山谷2侧顺风放火，老子要用这把火把江东的名将全部熏成死老鼠！可恶，那小将竟然只有3000人，我们是被他给骗了。5万大军竟然被3000人吓退，这若传回江东，我吕蒙还有何颜面苟活？大都督，事已至此，懊悔无用。如今我们被困死谷，前有路况堵截，后有那妖女追杀，当务之急是寻找出路。丁奉的话还没说完，突然山谷2侧的山坡上腾起了冲天的大火，火借风势，风助火威，滔天的火浪犹如一条巨大的火龙，咆哮着朝着谷底的江东大营席卷而来。放火了，敌军放火烧山了！突围，快往山上跑，不要留在谷底！然而陆况早就防着他们上山。谷口高处，陆况和陈角看着谷内犹如炼狱般的惨状，以及那些像无头苍蝇般四处乱撞的江东敌军，极其畅快地放声大笑。子陵将军，您这招熏老鼠简直绝了！您看吕蒙那小丑样，哪里还有半点江东大都督的威风啊？哈哈哈，哈哈哈！虾仁小儿是无人可用了吗？竟然派个黄毛丫头来送死！女娃娃，战场可不是你绣花的地方，还不快滚回去找个男人暖被窝去！老狗，本小姐今天不把你的舌头割下来喂狗，我就不信嘛！
马云禄极其敏锐地抓住机会，长枪犹如毒蛇吐信，枪尖极其狠辣地划过了蒋钦的右手手腕。但我的手！死蓝！蒋钦吓得魂飞魄散，拼命伏在马背上，狼狈不堪地拨马逃回本阵。江东军见主将战败，瞬间士气崩溃，兵败如山倒，接连不断的战败噩耗犹如雪花般飞入了孙权的大殿。报：吕蒙大都督在山谷遭火攻大败，5万大军死伤过半，退守宛陵。报：蒋钦将军在丹徒阵前被虾人麾下女将挑断手筋，3000兵马溃散。苍天啊！孤星进江东6郡之兵，竟被一个佣兵打得毫无还手之力。老天不公，老天不公啊！既生强，何生下啊？广陵太守府内，群臣汇聚。袁龙，看看吧，周公瑾这老小子心眼是真多啊！居然上表曹操，推举我做这徐州牧，还要把整个徐州都划归到我的治下，你们怎么看？主公，这可是天大的好事啊！一旦朝廷准了这徐州牧，主公便名正言顺地成为统御一州之地的霸主了。是啊，主公，有了徐州牧的名头，我们就能名正言顺地向徐州各地征税招兵，实力必将暴涨。荒唐！这哪里是天降馅饼，这分明是周瑜极其恶毒的捧杀之计，是一道要将主公架在火上烤的催命符。袁龙，你来说说这徐州牧，我为何当不得？主公，徐州乃是4战之地，无险可守，且境内世家门阀盘根错节，各怀鬼胎。主公如今虽然兵强马壮，但根基尚浅，仅靠广陵一郡的财力支撑大军。若主公此时贪图虚名，接下徐州牧的官印，曹操便有了极其正当的理由，命令主公去清剿徐州境内的各路叛军和山贼。到那时，主公将被迫陷入徐州内耗的泥潭，不仅粮草耗尽，精锐也会损失殆尽。而孙权便可趁主公虚弱之时，从背后捅刀子。这徐州牧就是个裹着毒药的唐人。袁龙说的不错，木就于林，风必摧之。我虾人要的是实实在在的地盘和钱粮，绝不会为了一个破官名去当曹操和孙权的挡箭牌。传令下去，严词拒绝周瑜的表奏，我军就死死扎根在广陵、吴郡、丹阳3地，深挖墙角，广积粮，缓称王。谁也别想忽悠老子去打白宫。10里长亭外，秋风萧瑟，虾人亲自带着几名亲卫来为马家兄妹送行。感谢太守的宽宏大量与厚赏。马将军，这块腰牌你收好，广陵的大门永远为你敞开。你若在西凉待得不痛快了，随时可以回来。广陵县镇将军的位置，我永远给你留着。虾人，你等着，我回西凉之后，一定会勤练兵法武艺。总有一天，我要带着最精锐的西凉铁骑，堂堂正正的回来找你。到时候，我看你还敢不敢拒绝我？庸医全都是一群废物，姑养你们何用？滚，都给滚出去！主公息怒，华歆大人刚从江东赶来，带来了关于孙权和刘备的最新军情。说孙权小儿和刘大儿如今在江东是否已经被孤得离间计搞得自相残杀了？回丞相，江东确实大乱了，但搞乱江东的不是刘备，而是那个刚刚被您册封为广陵太守的虾人虾德华。虾人他不过是借了孤的势，在广陵站稳脚跟吧。他手里不过1郡之地，能翻起多大的浪？丞相，您有所不知，这虾人简直是个神鬼莫测的妖人。他不仅兵不血刃地夺了吴郡和丹阳2地，更在丹徒和合肥的退路上用疑兵之计，吓得孙权10万大军丢盔弃甲，连江东猛将太史慈、周泰都间接折在他手里。如今的虾人拥兵数万，名将如云，已然成了雄踞东南的一方霸主了。数月之前，他还是个流浪江上的水匪佣兵，孤封他做太守，本是想让他当个炮灰牵制孙权，可谁能想到他竟然反客为主，把孙权打得差点亡国。这等妖孽般的崛起速度，这等狠辣绝伦的连环算计，此子简直恐怖如斯。好一个虾人，孤得头风病，竟然被他这绝世的战绩给惊醒。主公，虾人此子野心极大，他不肯接受周瑜捧杀的徐州牧，说明他极其清醒理智。如今他尾大不掉，若让他在东南做大，将来必成我大魏的极度心腹之患啊！仲德所言极是，但这等经世之才，若是不能为孤所用，那才是天大的遗憾。传孤的旨意，立刻上表天子，封虾人为列侯。孤要亲自下令，以贪逃免赋税而充军资的神奇政务为由，将他召入许昌。孤要亲眼看看，这个能让诸葛亮破防、让孙权吐血的年轻人，究竟是何方神圣。他若肯降，孤必保他一世荣华；他若有异心，
故就在这许昌城内，让他插翅难逃。主公，曹操那老贼阴险狡诈，这分明是场鸿门宴。咱们不去，他若敢派兵来，末将愿率军在徐州边界与他死战。主公，文长将军虽然冲动，但曹操此举确实是想探明主公的虚实，甚至是想借机扣押主公。这许昌之行，九死一生啊！就在众人劝阻之时，夫君，妾身方才已为您卜了一卦，卦象显示，此行虽有波折，但最终乃是大吉之兆。夫君若去，必能遇难成祥，名震天下。好，既然夫人说大吉，那我还有何惧？曹操要见我，正合我意。我这4分天下的棋局，若是不去这天下的权力中心走一遭，怎么能下得痛快？传我将令，袁龙、文长、子陵，你们3人留守广陵，严密防范江东孙权。子山随我一同北上许昌，老子倒要看看他曹孟德能奈我何。次日清晨，虾仁点齐了500名最精锐的铁甲禁卫，准备启程。太守大人，妾身听闻大人要北上，妾身流落江东多时，此番想求大人顺路将妾身带上，送至樊城，让妾身去寻找皇叔。这小娘子虽然嘴上说要去找刘备，但看我的眼神，明明已经拉丝了。刘大儿现在自己都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你去哪找他？行吧，既然你主动送上门来，漫漫北上长路，有美人相伴，倒也不算寂寞。既然夫人心意已决，那便随君同行吧。上车出发。历经1个多月的长途跋涉，经历了连绵的秋雨，虾仁的车队终于抵达了大汉王朝的临时首都，也是当时天下最庞大、最宏伟的城市。主公不愧是天子脚下，这许昌的繁华程度，恐怕是建业和广陵的10倍不止啊！毕竟是曹操的老巢，天下气运汇聚之地，好强的杀气！这种仿佛被暗处的毒蛇盯上的感觉是怎么回事？在他身后几步远的地方，站着一个双手拢在袖子里，身穿灰色纹饰长衫，脸颊极其瘦长的年轻男子，身体不动，脖子扭转180度，这极度标志性的面相，难道他就是那个熬死了曹家3代，一手开创了西晋黑暗时代的千古阴谋家司马懿？司马仲达，有意思，看来这许昌城的水比我想象的还要深啊！登记入城后，虾仁与司马懿竟然被同时引荐到了丞相府的客厅。2位皆是当世最杰出的青年才俊，名震天下。披今日有幸得见，实乃3生有幸，恰逢父亲近日命我处理政务，任免官员，可批愚钝，不知该如何辨别这些官员的能力、见识与品行，不知2位大才可有良策教我？师则明鉴，古人云：一观人才能，当问之以是非，一观其志；咨之以计谋，一观其实；告之以豁懒，一观其勇；廉之以逆境，一观其变。至于品行，则更需慎重。狮子可用美酒女色诱之，观其是否乱性；以重金利益诱之，观其是否贪婪；再委以重任，其以大事，观其是否能信守承诺。如此一套流程下来，则此人之才华品性，皆如掌上观文，一览无余矣。仲达真乃王佐之才也，此番金玉良言，批当谨记于心。受教啊！德华将军方才仲达所言，可谓字字珠玑，不知德华将军以为如何？一堆屁话！德华将军既然不同意仲达的高论，想必心中定有更绝妙的方略，还请德华将军不吝赐教。世子，司马懿这套理论听起来很美，但你难道就没想过成本吗？成本？何为成本？问是非，问计谋，这叫面试，倒还可以接受。但后面那些是什么玩意儿？你要任用一个官员，还要拿美酒美女去诱惑他，看他乱不乱性；拿一包金子放在他面前，看他贪不贪污；还要让他去干一件大事，看他讲不讲信用。世子，你们是不把钱当钱吗？天下官员何其多，你要拿多少好酒好肉，多少美女，多少国库的真金白银去试错，这叫金钱成本。更要命的是，万一他把那件测试的大事搞砸了，给朝廷造成了巨大损失，谁来负责？司马懿的脸色已经从铁青变成了惨白，他极其聪明，瞬间就意识到了自己理论中那极其致命的、不切实际的漏洞。最后这一套繁琐的流程下来，要耗费多少年月？这巨大的时间成本，你们算过吗？等你们测试完一个官员，黄花菜都凉了。德华将军一语中的，批愚钝，竟未看出这其中隐患。敢问将军，可有破局之法？求将军教我。很简单啦，把各地举荐来的人才集中起来，统一搞个比试不就行了？比试？何为比试？
就是把你们想要考察的治国理念、突发事件处理以及对是非的判断，统统写成统一的题目，或者给出一个极其苛刻的条件，让他们写一篇命题作文，发给所有人，让他们在同一时间用纸笔作答，谁的答卷写得好，思路清晰，办法实用，就录用谁。如此一来，只需1天时间，几张纸的成本便能从成千上万人中选拔出真正的人才，这就叫高效率、低成本的集中选拔制度，懂了吗？神仙之策，德华将军此计真乃利国利民、改天换地的大略啊！批这就去禀报父亲，立刻推行此法。此人不仅谋略深不可测，竟然还有此等治国的大才。虾仁，你将是我司马懿一生最恐怖的宿敌。曹操特设家宴，款待虾仁和司马懿。这就是三国顶级霸主的家宴，白水煮大肉，连点去腥的葱姜蒜都不放。老子在广陵天天吃火锅烤鱼，到了这许昌，简直是活受罪啊！德华呀，快吃快吃，这鹿肉可是极其难得的佳肴啊！你怎么不动筷子？回丞相，回这一路车马劳顿，水土不服，实在是没有胃口。曹操见状也不勉强。孤征战半生，威震天下。可看看姑膝下的这些个儿子，除了已故的长子曹昂、幼子曹冲，剩下的全都是些缺乏见识的平庸之辈。姑这15个儿子加起来，都不如德华你一人啊！父亲竟然当众说出如此诛心之言，若这虾仁有疑心，我曹家基业岂不是要落入外人之手？这虾仁太可怕了！你就是那个号称博倒了诸葛孔明的虾仁。我听说你出身极其微末，不过是个小小的郡县副将，并非什么士族名流。大差不差吧？哼，一个连半部传世大作，甚至连一首诗赋都写不出来的白丁，不过是靠着几句诡辩之词侥幸赢了孔明，便敢以名士自居。依我看来，你不过是个欺世盗名、沽名钓誉之辈罢了。你也配让我父亲如此看重？小子，你还真是不知天高地厚，老子不发威，你当我是病猫啊？你不是喜欢咬文嚼字吗？行，老子今天就用诸葛亮骂死王朗和江东群儒的绝版魔法来给你上一课。我平生最看不起的就是一种人，那些寻章摘句的酸腐之儒，整日舞文弄墨，自以为才华盖世，天下无敌，却不去学令尊曹丞相那扫平天下、包藏宇宙的用兵之道与治国之术，以至于临阵应变便百无一用，反而丢了曹家武定天下的家传与根本。像这样的人，别说是做了几篇几百字的小作文，就算他能日复万言，又有什么可取之处？不过是天下人的笑柄罢了。这才是真正的沽名钓誉。你这狂徒，气煞我也！好骂的好呀！子健这小子就是太狂了，早该有人给他当头棒喝了。德华这小子不仅有奉孝的谋略，竟然还有祢衡的毒舌，真乃奇人。主公，大事不好了，陛下来了。什么？汉献帝刘协这小傀儡，平时连皇宫都不敢出，今天居然大张旗鼓的跑到丞相府来找我，这他妈不是摆明了要拉拢我对抗曹操吗？这下麻烦大了，搞不好要被殃及池鱼了。臣曹操恭迎陛下。哪位是虾仁爱卿？回陛下，这位便是广陵太守虾仁。爱卿免礼，朕久闻爱卿大名，今日得见，果真是雄姿英发，上联英雄啊！大汉有爱卿这等国之栋梁，实乃社稷之福。小皇帝啊，小皇帝，你是嫌我死的不够快是吧？你当着曹操的面这么拉拢我，你信不信老曹今天晚上就把我给剁了喂狗啊？敖玉元绝世猛将，朕今日便封陆况为勇烈将军，赏黄金2000两。国母在，你什么意思？难道孤在这丞相府里还会给陛下下毒不成？好恐怖的气场，这就是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奸雄吗？一怒之下，竟然连皇帝都吓得不敢喘气。这种极其压抑、极度危险的政治博弈，简直比在战场上真刀真枪的厮杀还要可怕10000倍。唐爱卿，朕听说你在广陵实行了免税的政策，朕免了赋税，你如何养活数万大军？又如何与孙权作战？爱卿究竟是如何做到的？来了，真正的考验来了！这是刘协抛出的橄榄枝，更是曹操对我的终极面试。如果我答得不好，今天这顿饭恐怕就是我的断头酒了。回陛下，回丞相，这免税之法说来极其简单，因为我用的是跨越时代的商业引流与基建收割之法。陛下，丞相免去广陵的农税与商税，看复是断了官府的进项，实则是为了引流。哪里没有赋税，百姓和天下的商贾就会如潮水般涌向哪里，这叫人口红利。德华将军，人口多固然好，可人多不收税，官府吃什么？军队吃什么？
华大人问得好，人多了，他们要不要吃饭？要不要住宿？要不要娱乐？我在广陵，由官府出面垄断了所有最顶级的酒楼、客栈，甚至是娱乐场所。那些流动商贾在广陵赚了钱，最后全都会通过消费，心甘情愿地流进我的腰包。这不仅比强行收税赚得多10倍，还能让百姓感恩戴德。天哪！世间竟有如此匪夷所思却又无懈可击的敛财之法，此等奇思妙想，简直是治国安邦的神迹啊！爱卿所言经商之道确实精妙，但天下动荡，若无粮食，纵有万金亦会饿死。爱卿对农事可有建树？臣不才，正准备编写一本农事5要。所谓5要，即水利、工具、种子、肥料、病虫防治。爱卿，朕今年在上林苑划了1000亩良田，朕缺人打理，爱卿可愿留在许昌，去上林苑助朕改进农具？只要爱卿肯点头，朕什么都答应你。卧槽，流血你大爷的！你这哪里是邀请我种地？你这分明是当着曹操的面逼我选边站队啊！去上林苑，那绝对是密谋造反的贼窝！我要是敢点一下头，今天晚上曹操的虎豹起就能把老子剁成肉泥。陛下，臣身为广陵太守，镇守大汉东南门户。如今江东孙权贼心不死，战事吃紧，广陵数10万百姓和将士皆叛臣归，臣请辞，请恕臣不能从命。爱卿，你就不再考虑了吗？臣心意已决，请陛下成全。陛下，德华身负重任，确实不宜久留京城。不过陛下放心，臣已决定刘德华在相府编纂农事5要。若陛下有农事疑问，臣可派人将陛下接来相府，与德华一同探讨，如何？那就这样吧，这法了，回宫。德华，你是个绝顶聪明的人，你今日当着姑的面拒绝了天子，姑很高兴，非常高兴。不知道你胸有大志，你在这相府里想要什么，姑便给你什么。就算你在天子那里得不到的东西，姑也一样能为你争取到。只要你德华不负姑，姑曹孟德此生定不负你。臣定不辱丞相所托。小院内，炭火通红，虾人熟练地烤着鱼。2个5大3粗的汉子，像闻到了肉骨头的饿狼一样闯了进来。哎呀呀，德华兄弟，我老远就闻到这股气香了。这就是传说中连乔国老都赞不绝口的秘制烤鱼。子连将军、妙才将军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刚烤好，尝尝。绝了！我曹洪家财万贯，吃遍天下山珍海味，跟德华兄弟这烤鱼比起来，那简直就是猪屎啊！妙才，你快尝尝，这世间竟有如此美味！德华兄弟，明人不说暗话，我曹洪最爱经商，你这烤鱼没方，开个价吧，只要不是太离谱，我绝不还价。哈哈，送上门来的曹魏军方核心，要钱？我广陵有的是钱，我要的是你们这2把最坚固的保护伞。子连将军见外了，这秘方我分文不取，白送2位。白送。不过我有一个条件，今日我赠此手艺，画2位将军一个承诺，将来若我虾人落难，或者有什么困难，有求于2位，还请2位绝不推辞，如何？好，一言为定。只要不违背主公大义，原绝不推辞。正在虾人得意之时，突然一名满脸焦急的太医急匆匆地赶来。德华将军，老朽乃太医领扬言，陛下病重，昨夜咳血不止，口中一直念叨着将军的名字，还请将军大发慈悲，随老朽去见陛下一面吧。流血病了，在这个节骨眼上，非要见我，这其中必有猫腻。杨太医，你没开玩笑吧？天子病重，不在皇宫，跑来逛妓院，这他妈是皇家妓馆啊！你们真会玩！杨太医，客人带来了，楼上请吧。这女人不简单，身上竟然有股若有若无的杀气，看来今天这哪是看病，分明是一场鸿门宴。爱卿，你终于来了。陛下装病，把我骗到这烟花柳巷，到底想干什么？堂堂大汉天子，95之尊，竟然不顾一切尊严，当着太医的面，重重的给虾人跪下了。爱卿，朕求求你，曹贼窃国，欺朕太甚，朕每日活得形同囚徒，生不如死啊！爱卿有经世之才，深得曹贼信任，只要爱卿肯趁机取他首级，大汉便可复兴。朕愿与爱卿平分天下。看着跪在地上痛哭流涕的皇帝，虾人不仅没有丝毫的同情与感动，反而眼中闪过一丝极其强烈的鄙夷与厌恶。可笑，太可笑了！这就是大汉的皇帝，用皇权道德绑架别人去送死，自己却连反抗的勇气都没有。当年董承吉平，多少忠臣被你这副可怜相忽悠，最后落得个满门抄斩。现在还想忽悠我去送人头？陛下，你让我杀曹操，杀了他之后呢？天下诸侯立刻并起，战火重燃，生灵涂炭，到时候死的人比现在多1万倍。你口口声声为了大汉，为了天下苍生，其实你只是为了你自己的皇权。
权，你懦弱无能，所以你想让别人用九族被灭的代价去填你那可怜的政治执念。大胆逆贼，你竟敢如此遮辱陛下，你无父无君！无父无君，我只是活得清醒。曹操有底线，你们没有。我虾人的命是用来四分天下的，不是用来给你们当炮灰的。说罢，虾人看都不看，瘫倒在地，面如死灰的刘协一眼，极其冷酷的转身，大步流星的走出了房间。而在门外走廊的阴影处，那个蒙面的女掌柜董白将这一切听得清清楚楚，她的眼中闪烁着极其疯狂与兴奋的毒光。昔日丞相与刘备论天下英雄，袁绍、袁术、刘表之流皆不值一提。如今10余年过去，天下格局大变，敢问德华将军，当今天下谁才是真正的英雄？以我看来，当今天下英雄唯有刘备一人。德华此言何意？莫非在你眼中，横扫北方、威震天下的曹丞相，竟算不得英雄乎？不错，在我看来，丞相并非英雄。那在德华眼中，孤是何等样人？丞相乃乱世之奸雄，乱世之中群雄并起，不行英雄之举，必受道德礼法所累。如那项羽，而丞相奉天子以扫不臣，行王霸之道，不择手段，唯才是举，这等荡平天下、重塑乾坤之伟业，非奸雄手段不可成。故而我说丞相是超越了英雄的旷世奸雄。这番极其透彻，将曹操内心深处的政治抱负与行事准则剖析得淋漓尽致的话语，犹如拨云见日，瞬间折服了在场的所有谋士。德华此言恰如其分，乱世欲平，非奸雄不可。那江东孙权坐拥6郡又算什么？为了野心，连亲人都能出卖，毫无底线的地方豪强罢了，他顶多算个枭雄。曹操看着虾人，眼中的欣赏与狂热已经无法掩饰。德华之言深得孤心啊！刘备空有英雄之名，却如丧家之犬。孙权鼠辈只敢偏安一隅。野孤看来，这天下早晚是孤与德华的天下。天下英雄唯孤与德华2人矣。众人都吓了一跳，纷纷看向虾人。当年刘备正是被雷声吓得丢了筷子，暴露了内心的惊惶。然而虾人极其从容地抬头看了一眼天空，想用打雷吓我？老子可是相信科学的现代人，我心中无鬼，何惧天雷？德华心中无鬼，国民磊弱，不怕天威啊！好，马将军死了，朕最后的希望也没了。大汉400年国祚，终究是要亡在朕的手里了啊！陛下保重龙体，只要留得青山在，定还有复兴之计。就在这极度绝望的时刻，偏殿的阴影处，一身宫女打扮的独女董白犹如幽灵般缓缓走了出来。陛下，哭有什么用？曹操马上就要带兵出征西凉了，这许昌城内空虚，正是您拉拢虾人的绝佳，也是最后的机会。虾人，朕已经求过他了，他甚至连天子的下跪都不屑一顾，他就是个无父无君的狂徒，如何拉拢？陛下，正因为他谨慎自私，所以您用大义是绑不住他的。要控制这种枭雄，就必须捏住他最致命的把柄。什么把柄？董白眼波流转，那极其恶毒的目光，竟然死死地锁定了端庄高贵、风华绝代的伏皇后。虾人最喜美色，曹操封他为许田侯，他这几日便要去许田封地巡视，陛下可假借围猎之名，带上伏皇后同去许田。到了那里，陛下设宴，暗中在酒中下入极其猛烈的催情之药，将虾人和皇后双双灌醉。待药力发作，陛下再带人来个捉奸在床。你说什么？你竟然让本宫去勾引外臣，这可是毁人清白、有辱国体的弥天大罪啊！督父，你竟敢出此等丧心病狂的毒计，朕就是死也绝不能让皇后受此奇耻大辱！滚！死！陛下，你敢死吗？你若是真有骨气，当年被董卓挟持时为何不死？被李傕、郭汜追杀时为何不死？你若是今天放弃了这个计划，大汉不仅会亡，你和你的皇后将来都会沦为曹操案板上的鱼肉，死得比狗还惨。用一个女人的清白换曹操的1条命，换大汉的3分生机，这笔账堂堂天子难道算不明白吗？欲成大事，何惜一女？皇后，朕对不起你啊！为了大汉，为了大汉的江山，你就委屈一次吧。好一个为了大汉江山！既然陛下心意已决，臣妾万死不辞。虾人和陆况骑马刚刚抵达，刘协犹如看到救星一般，带着极其刻意和热情的笑容，快步迎了出来。哎呀，爱卿，朕听闻爱卿来巡视封地，特在此等候多时了。快，随朕入帐，今日朕一定要与爱卿同饮300杯。这小皇帝今天吃错药了，前几天还在妓院里哭着给我下跪，今天怎么跟个没事人一样，笑得这么灿烂？事出反常必有妖，这营帐里绝对有诈。让虾人极其震惊的是，坐在刘协身边的竟然是伏皇后。
福皇后怎么也来了？而且看她的状态，分明是极度恐惧和绝望。刘协这孙子到底在搞什么鬼？爱卿，这杯酒，朕敬你为国为民边转农事五药，来满饮此杯。皇后，你也陪爱卿饮一杯。臣妾敬将军。刘协竟然在酒里下了春药，我懂了，刘协这个畜生，为了权力，他连自己结发妻子的清白都能送人。刘协，你真他妈是个连禽兽都不如的窝囊废！好酒，多谢陛下赐酒。刘协见虾仁喝下了药酒，眼中闪过一丝极其扭曲的狂喜，他又连连劝酒，逼着福皇后和虾仁连喝了3杯。福皇后连喝3杯烈性药酒，药力迅速发作，她绝美的脸庞瞬间红得犹如滴血，呼吸急促，眼神迷离，浑身燥热难耐，最终软绵绵地趴在了桌案上。陛下，臣不胜酒力，醉了。刘协看着虾仁和福皇后双双倒下，脸上的笑容瞬间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极其浓烈的痛苦、屈辱与自嘲。他犹如一滩烂泥般瘫坐在椅子上，竟然抓起桌上的酒壶，开始疯狂地给自己灌酒。他想用酒精来麻醉自己这丧心病狂的罪恶感。真是个没用的废物，连捉奸这种事都要借酒消愁。董白毫不客气，直接上前将浑身发烫、神志不清的福皇后扛在肩上。虾仁依旧趴在桌上装死，但他的耳朵却极其敏锐地听着周围的动静。陆将军，太守大人和陛下都醉了，你快把你家大人送回休息的营帐吧，我送皇后娘娘去歇息。陆况不知有诈，立刻进帐将醉倒的虾仁背回了安排好的睡帐。陆况刚走，董白便悄悄折返，将福皇后扔进了虾仁的睡帐，放在了虾仁的身边。听着帐外逐渐远去的脚步声，虾仁猛地睁开了眼睛，双眼清明，哪有半点醉意。他转头看向身边的福皇后，药力极其凶猛。福皇后此刻已经彻底昏迷，心想时局动荡，战乱频发，平民百姓受尽颠沛流离之苦，山河破碎，烟火凋零，世间皆是流离苦难，乱世之中身不由己，半生漂泊难寻归处，纵使心怀万般期许，终究难抵世事沧桑。昔日安稳皆成泡影，前路茫茫不知归途，尝尽人间万般辛酸，唯盼四海平息烽烟。主公，属下发现营地四周有大批禁卫军在集结，且眼神极其不善，这里有诈，我们必须立刻离开。子陵，准备马车，咱们连夜冲出大营，回许天封地。虾仁刚刚给福皇后喂下了解热的药丸，福皇后的高烧稍微退去了一些，理智也恢复了极其微弱的一丝。当她睁开迷离的双眼，借着月光看清眼前这个抱着自己的男人时，皇后，你清醒点。别叫我皇后，我不是皇后，快给我。刘大耳，刘小皇帝，是你们自己把老婆送到我床上的，既然你们非要玩，那老子今天就陪你们玩把大的。虾仁猛地反客为主，只要今日捉奸在床，虾仁这乱世枭雄就只能乖乖做我手中的提线木偶，我董家复兴的希望全在他身上了。人呢？虾仁和皇后人呢？报告董掌柜，昨夜虾仁的护卫陆况连夜驾着马车冲出了营门，因为没有陛下的手令，我们没敢硬拦。废物，全都是一群废物！虾仁肯定看破了我的计谋，他带着皇后跑了，快给我追！就算追到天涯海角，也要把他们截住。既然刘协不要你，那从昨晚开始，你就是我虾仁的女人了。在广陵，没人能强迫你做你不愿意的事。将军，我如今已是残柳败花，更背负着大汉的国母之名。你带着我，便是与天子为敌，曹操也不会放过你。你这是在玩火自焚啊！我虾仁若是怕他们，早就死在江东了。我这人没什么优点，就是护短。我的女人，谁敢碰一根汗毛，我灭他九族。好啊，虾仁，你胆子真不小，竟敢连夜拐走当朝皇后，此等大逆不道，诛灭九族的死罪，若是报知天下诸侯，你猜你那广陵城还能守得住几天？你这毒妇！董掌柜，哦不，应该叫你董白，董相国的孙女才对。你大老远追过来，就是为了跟我说这些废话的。你怎么知道我的身份？我不光知道你的身份，我还知道你这双面间谍在曹操那里碰了壁，所以才怂恿刘协设下这仙人跳，想拿皇后来要挟我，逼我做你复兴董家势力的傀儡，对吗？好，既然将军都看破了，
那大家就打开天窗说亮话。你睡了皇后，这是铁打的事实。我可以不把这事说出去，也可以动用我在许昌的暗网，帮你扫清障碍。只要你答应我3个条件：第一，帮我杀一个人；第二，给我一座城；第三。董白眼神中透着稳操胜券的狡黠。第3件事，你娶我，我要做你广陵太守府的正妻。你换一个，这件事办不到。正妻的位置，你这辈子都别想。夏德华，你如今生死荣辱皆在我一念之间，我让你娶我已经是天大的便宜，你竟敢拒绝。好，我给你2天时间，这2天你大可继续留皇后过夜，2日后我来接人，希望你能给我个满意的答复。凉亭内，2名老者正在对饮，一人瘦骨嶙峋，眼中透着毒蛇般的阴狠，正是董卓昔日首席谋士李儒；另一人则是明哲保身的贾诩。看来这虾人确实不可小觑，不过我这计策本就是鸠占鹊巢。文幽，你的意思是？不错，让小姐嫁给虾人，但下种子。既然虾人不懂谋国，那我们就借他的腹，生我们的子，用他的广陵精锐，替我们董家重夺天下。如今他既不允正妻之位，小姐，那你便去广陵，找机会刺杀徐氏，夺其大权。你们这是要让天下再次生灵涂炭啊！纠音不散双飞晚，留得枯荷听雨声啊！卧房内，红烛摇曳，偌大的房间里只有一张床，这孤男寡女共处一室，刘大耳流血，你们可真会给我出难题啊！将军，请怜惜。将军，此去一别，恐此生难复相见。这凤钗乃妾身贴身之物，愿将军见物如见人。若有来生，妾身定当生生世世侍奉将军。皇后保重，这玉带乃曹丞相所赐的免死金牌，切记回宫后绝不可再涉足刘协的反曹联盟。若遇生死危机，此物后可保你一命。福将军，回去后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你心里最好有数。若皇后的丑事传出，你们福家满门抄斩，那也是咎由自取。福典骑在马背上，越想越觉得憋屈，越想越觉得悲愤。堂堂大汉天子，竟然靠出卖自己姐姐的身体去拉拢外臣；堂堂国舅，竟然被一个妓馆的妖女像训狗一样训斥。停车！皇后，臣弟见识短浅，不知国家大事，臣弟只想知道，让自己的结发妻子去陪别人睡觉，这究竟算是男人所为，还是明君所为？放肆！昔日越王勾践献西施于吴王夫差，卧薪尝胆方成霸业。天子此举，乃是效仿古人兴复汉室，岂是你这小小的校尉能懂的？卧薪尝胆，我那天子姐夫懦弱无能，断想不出这等恶毒的计策。这一切都是你这妖女在背后操纵。兄弟们，这妖女蛊惑天子，出卖皇后，我福典今日宁可不要这荣华富贵，也绝不容忍亲人受辱。愿随我讨伐妖女，为皇后讨个公道的，随我上。疯子！你们都是疯子！黄昏时分，下人刚刚雇好渡船，正准备登船。远处，一队骑兵狂奔而来，为首之人正是福典。保护主公！完了完了，小舅子这是提着40米大刀来追杀我了。然而，他从怀中极其郑重地掏出一块衣角布料，双手高高举起。将军，我已逼迫那懦弱天子下了这一脚诏，免去我姐后位，正是将她改嫁与将军为妻。诏书与我姐皆在此，求将军好生善待她。这也行。原本以为是个死局，结果福典这一波操作，直接让我跟大汉皇后合法了。这小舅子能处，有老婆他是真送啊！贤弟，你逼迫天子，已犯下灭门死罪，快随我一同过河去广陵。只要我虾人有一口吃的，绝不亏待你。将军好意，福典心领。但我若去了，定会连累将军。那妖女董白还在逃，我还要去追杀她。我家中老小还在许昌，我也必须回去通知他们逃命。佳姐，就拜托姐夫了。上船过河。几天后，潼关前线的曹军大帐，有些小儿，董卓余孽竟然敢背着孤，用皇后做饵去拉拢杀人。传孤军令，让子桓出动5官兵马营，满天下搜捕董白，就地格上，把贾诩给孤调来军前，罚俸2亿，不要让他一刻不得闲。下人带着福皇后一路安全抵达了徐州治所彭城，入住了徐灵基开设的9楼分店。天哪！主公出去一趟，怎么又带回来一个绝世大美女？而且这气质简直比我家夫人还要高贵。完了完了，这下后宅又要翻天了。东乡啊，去开间上房。